崇祯3年，大旱，赤地千里，江河断流，百姓们只能背井离乡。就在逃荒的路上，他痛爱了半辈子的大儿子，为了省下他的口粮，竟狠心地将他推石头上撞死。而他的宝贝孙子只是在冷眼旁观。重生后，他获得了一个神秘空间，在空间里，他可以自由穿越到500年后的市场。在这里，就连皇帝都吃不上的精米只要2块钱1斤，而他随便带来的一个器物都是价值几万的古董。当他再一睁开眼，便回到了他二儿子边关战死的消息那天。娘，您总算是醒了，你也别太伤心。二弟战死了，那不是还有大志和我吗？你放心，我和大志都孝顺，一定会给你养老的。上一世的今天，他听见二儿子宋大河在边关战死的消息，眼前一黑，当场就晕了过去。等醒来之后，这才知道二儿媳已经7个月的身孕，终究没能保住，产下了个成型的死胎，还是个男孩。二儿媳也因此伤了身体，没能挨得过荒年，早早就死了。要说啊，还是大志对娘孝顺，他见娘晕倒，就急急忙忙去镇子上割肉了，说到时候给您包点饺子。闭嘴！老娘晕倒了，他不去见大夫，去割肉，那我要是就这么死了，你们买的肉正好吃席，一家子馋嘴的玩意。娘，我们不是用得着你假好心。我晕过去多久了？上辈子听见二儿子死了，他晕过去2天2夜，现在他就希望自己能来得及护住老两家的肚子。晕过去大半天了。老二家的呢？嗨，那个懒鬼还搁屋里躺着呢，这都大半天了，也不知道起来做饭。这是你做嫂子该说的话，她本就有身子，又遇到这样的事，还不能躺着了。这还是胡翠花嫁到宋家第一次被婆婆如此对待，她捂着被扇痛的脸，心里委屈得很。娘，你怎么能打我？打你怎么了？你做错了事，说错了话就该打。我看你现在这副样子，就是挨打的少了。要是老二家的有个3长2短，我还要抽你。说着，陆桂英着急忙慌出了房间，直奔二儿媳房间去。还没有进去，就听见房内传来满满的哭声。娘，你不要死啊！满满不要娘亲死。难道自己来晚了？他急忙推门进去，就见二儿媳沈菊叶躺在床上，伸着枯瘦的手抚摸着满满的头。不哭，娘要去见你爹了。他一双眼睛哭得红肿，说话间呼吸急促，显然是极其虚弱。二儿媳沈菊叶嫁进宋家5年，吃苦耐劳，任劳任怨。自己从前是瞎了眼，把胡翠花这样的白眼狼当成宝，反而把真正的好人当成草。他现在最重要的是打消二儿媳求死的念头。你这说的什么话？你要是死了，满满怎么办？你现在就是要好好把肚子里的娃生下来，还要把满满养大。娘，可是大河他死了，大河不在了，我也不想活了。胡说八道什么？大河根本没死，李章带来的讣告上写的明明白白，是追击敌人时失我踪迹，生死未卜。这孩子打小就透着股机灵劲儿，怎么可能就这么没了？这话陆桂英说的并不算心虚，毕竟后来2年过去了，宋大河的尸体也没有寻到过。沈菊叶似乎将他的话听了进去，眼中也多了些神采。娘，您说的是真的？那还有假？我自己的儿子我能不知道？你好好的养身子，听见没有？要是大河回来看不见你，我这个做娘的可怎么跟他交代？好，我一定好好养身子，为大河生下这个孩子，还有满满，我的满满。娘亲，你快去镇子上请个大夫来。胡翠花原本见陆桂英对沈菊叶和颜悦色，心中就有些不舒服，现在见她还让自己去请大夫，顿时不乐意了。娘，弟妹这不是好好的吗？请什么大夫啊？村里人谁没有个头疼脑热的，都自己扛过来了。他是什么金贵的人啊？让你请你就去请，废什么话？说着掏出10个铜钱递过去，耽误了菊叶的肚子，我要你好看。胡翠花接过铜板数了数，嘟囔几句，到底是有些畏惧现在的婆婆，只能朝镇子上去了。陆桂英回房间拿了些粗粮、糙米、咸菜之类的，又狠心拿了2个鸡蛋进了灶房，一顿忙活后，就端着碗筷来到沈菊叶的房间。娘，你身子重，别起来了，等大夫看过再起来。先就着馒头喝点鸡蛋汤。这么好的东西，她还是在生满满的时候吃过一回，虽然馋得不行，但也不敢奢望。要不就给满满吃吧。满满也有，我煮了一大锅，我们3人这次管够。3个人顾不上再说话，一人端着一个大瓷碗喝了起来。阿奶，娘亲，我去洗碗了哦。不等2人反应，小短手便端着盆子和碗往外走。宋满满，你偷吃东西？对呀，你这个赔钱货是不是趁家里没人偷吃东西了？来人正是宋大志的2个孩子，大点是金宝，今年8岁了，小一点的叫2分，是女孩，今年7岁，最小的银宝并不在其中，估摸着还在外头玩。这么香，一定是鸡蛋，他们在家偷吃鸡蛋，我要告诉阿娘。臭丫头，我让你吃。金宝和2分没少欺负他，从前他受了欺负，跟娘亲告状，娘亲就去找大伯娘说理，随之还被大伯母反骂一通。阿奶也不管，就由着他们。次数多了，满满就明白了，他爹不在家，家里都要靠大伯一家，所以就算他再怎么被金宝欺负，也都闷着头一声不吭。见他这副懦弱样子，
金宝得意得很，上前一步就要去踹他。阿奶，你既然打我，为家里操劳了一辈子的老太太，在逃荒的路上竟然被儿子与儿媳害死，就连她最痛爱的孙子也在一旁幸灾乐祸。重生后，面对她最痛爱的熊孩子在欺负人，她二话不说，抄起扫帚就打。阿奶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好痛啊，痛死了！哎呦，娘醒了，这是咋了？才醒来就发这么大的火？几乎是话音刚落，陆桂英就抬头狠狠看着他，这眼神让宋大志心中一颤。我最近也没干什么呀，娘这么看着自己。翠花说你去买肉了，什么事情这么高兴要去买肉啊？是看我晕死过去，心里高兴吧？娘这说的什么话啊？我就是看娘晕过去了，身体虚，所以想着去买点肉回来给娘补一补身子。是吗？那肉呢？他早就看见了，宋大志空着2只手回来，根本就没有买肉，而他的荷包里少了30文钱，足以买1斤猪肉。只是这1斤肉早已经进入他的肚子了。大家伙儿都来看看啊，瞧瞧我这苦命的老婆子养出的东西。家里老娘晕过去了，她不去找大夫，偷了我的钱去买肉啊！我这要是醒不过来，那他们就是要吃席啊！我怎么养出这样的儿子？还不如死了算了。他越说越激动，干脆坐在门槛上，拍着大腿哭嚎。街坊四邻听见动静，端着饭碗的、耐着鞋底的都往门口凑。咋了这是？陆婶子？对呀，陆婶子遇到啥事了？气成这样。大婶子，大河去了，这不是还有大志一家子，你也别太难受了。冯家嫂子，你这话说的对呀，大志这一家子可真是太好了。老娘在家晕倒了，他马上偷拿了铜板去买肉，那可整整30文啊！家里省着买盐买米的钱啊，居然拿去买肉了。你说这日子还过不过了？买肉？瞬间左邻右舍的眼神都怪异的看向了宋大志，没见过哪家遇到这事情不去请大夫，反而去买肉的。大志啊，不是做婶子的事你娘晕倒了，你好歹给他请个大夫瞧一瞧啊！就是，简直是个不孝子。大河当初可是替你去服的兵役，你咋这么没良心呢？哎呀娘，您听我说完，我是从你那拿了30文钱，但是今天的肉不好，太瘦了，我就没买。说着，他强忍着心疼，从自己怀里摸了个钱袋子出来。那你看，钱都在这里。我宋大志最是孝顺，各位叔伯婶子都散了，散了吧。只是他还没来及数出30枚铜板，陆桂英便眼疾手快，将钱袋子抢了过来。没买你不早说啊！娘，那是我的钱。你的钱？那你倒是说说看。平日里见天哭穷，现在倒是有钱了，你哪里来的钱？宋大志心头一颤，他说漏嘴了。这钱袋子里的钱可不止30文，都是宋大志与胡翠花这些年偷偷攒下来的。娘，这里面还有翠花织布攒下的钱。你的意思是，老娘我拿了胡翠花的钱，现在要把这钱还给她？陆桂英盯着他，只等他点头了。现在家里可是他当家，若是宋大志点了头，那他以后的日子就没这么舒坦了。哎呀，娘，您这是说的什么话？翠花的钱还不都是家里的钱？这钱袋子您就拿着。陆桂英回了房间，又拴了门，这才把钱袋里的铜板全部掏了出来，竟然有112文钱。竟然有这么多，估摸着老大一家应该能有2两左右的银子，但眼下也不可能去大房抢。想到这里，又将这些文钱放入床下的箱子里。娘，我把回春堂的李大夫请回来了。陆桂英出了房门，就看见白胡子的李大夫背着药箱站在院子里。劳您跑这一趟，我儿媳妇这一胎好像不太好，还请您给看看。李大夫早就在路上就听胡翠花说了，这家的2儿子死在了战场上，家里的娘子一听就晕过去了，因此他没有多问，跟着陆桂英就进了屋子。这位娘子的脉象实在虚浮的厉害，身子骨长期亏着营养，加上又怀了身孕，胎气不稳，如今是虚火攻心，郁结缠身，这孩子啊的好生养着。那可怎么办啊？您可得想办法救救他和肚子里的孩子。眼下得先稳住胎气，再慢慢调理他的身子。我开一副方子，你按方抓药，每日煎上1剂，分早晚2次让他服下，7日后我再来复诊。好，我一定按照你的要求来做。另外，这段时间得让他好好歇着，别累着，再熬点小米粥，炖点鸡汤什么的，对他恢复有好处。诊经15文，加上出诊10文。至于抓药，还是去回春堂抓，这7天的药要300文。你们来个人跟我去拿药吧。这一趟自然还是胡翠花跟去了，一直到夕阳西沉，他才拎着几包药回来。回来后看着黑漆漆的院子，不由得嘀咕起来：娘，药抓回来了，你们怎么还没做饭啊？陆桂英当然没做饭，她没打算伺候老大一家，何况自己下午已经吃饱了。做饭？谁去做饭？你没听李大夫说吗？叫老2家的最近不要下床。老2家的不能下床，那不是还有你吗？陆桂英自然看出大儿媳心中所想，她虽然年纪大，却还是每日下地干活，但现在她死过一回，还是被老大一家害死的，她怎么可能还愿意伺候这一家白眼狼？
把药给我，我去煎药。你们饿了就自己做饭去，一个个有手有脚的，还指望我？他只做看不见胡翠花吃屎一样的表情，出去熬药了。等他熬完药后，天已经黑透，老大一家也是草草吃了个晚饭就上床睡觉。第二日天才蒙蒙亮，陆桂英就起来了，正准备去灶房，却见沈菊叶也推门出来，挺着大肚子准备做早饭。不是让你多躺着吗？怎么这么着急下了床？娘，我总躺着也不像话，做饭这活轻省，累不着我的。让你躺着你就去躺着，哪里就需要你巴巴的起来做早饭了？家里没有你还能饿死了？说着便不由分说便去拍宋大志的房门。都起来，这都什么时辰了？饭不起来做，地里的活也不去干，还在床上躺尸。你俩这对懒骨头真是天生的异兽。死老太婆是不是疯了？才将天亮就过来叫魂。好了，别说了，你去做饭，我吃了点就去地里干活。这个死老太婆真是欺人太甚，我凭什么要伺候他们两个？人家也伺候了你这么多年，你就不能烧个早饭？行了，别让娘催了，快去。胡翠花心中不满，但想着老太婆刚死了儿子，并且手上又还不少积蓄，还是开了门。那起来了，别喊了，我这就去烧早饭。菊叶啊，你快回去躺着吧，娘现在可宝贝你了，你就好好躺着吧，早点给宋家生个大胖小子，这个可是娘的金孙。沈菊叶被他说的手足无措，她本就因为只生了满一个闺女有点自卑，如今更是被说的抬不起头来。孙子孙女我都一样喜欢，都是老宋家的好孩子，要是生些个心术不正、肚里脏坏水的货，哪怕生一窝又顶啥用？全是稀中看不中用的叉烧羔子，你有闲工夫在这儿嚼舌根，还不快去灶房烧饭？胡翠花被婆婆冲了一顿，一肚子的火不敢发，一头扎进了灶间烧饭去了。为家里操劳了一辈子的老太太，在逃荒的路上竟然被儿子与儿媳害死，就连她最疼爱的孙子也在一旁幸灾乐祸。重生后，她不再惯着好吃懒做的大儿子一家人，直接将最脏最累的活都给了大房一家。老大家两口子去地里给豆苗浇水，顺便把杂草拔了。金宝和二分去捡柴火，银宝还小，就在家玩吧。满满陪在家伺候你娘。那我还是在家织布吧，正好还能照看老二家的。满满就是个小丫头片子，一会儿还不知道就死到哪里玩去了。你们不去晚上就没饭吃，老婆子我说到做到，你们想玩尽管去玩，端看晚上是怎么喝西北风的。陆桂英撂下话，转身就出了门，随后挎着竹篮去到了地里摘采。就在这时，她眼前一阵白光闪过，出现在一个白色的房间内，正是她上一世死后见过的那个房间。我怎么又到这里来了？怎么回事？随后陆桂英稳了稳心神，顺着墙灯挎着篮子朝前走去。很快，她就走到了一道门前。有机蔬菜来看一看来，刚从江里捞的鲫鱼，现杀现卖，熬汤最鲜漏。刚出锅的酱鸭，真空包装能放1周，给外地亲戚带特别合适了。支付宝到账3.5元，微信收款10元。看见集市上各种各样的摊位，售卖食品、蔬菜以及形形色色、穿着各异的人，陆桂英不自觉后退几步，直到背靠在了墙上，慌忙抬手却背后是墙，人不见了。明明刚才我就是从这里出来的，怎么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？他伸手在墙上胡乱摸着，这副样子很快就让附近一个摊位的中年女人走了过来。这大娘的打扮可真少见，活生生就像电视剧里面的乞丐老婆婆一样。老大娘，你这是干啥呢？爷，我想回去的。你是想出去回家吧？大娘，你看啊，顺着这个绿色的一直走，就能找到大门口了。陆桂英低下头，就看见地上有个绿色的箭头，还发着莹莹绿光，几米开外还有一个，一直朝着远处延伸。难道这个女人就是地府的野路鬼差？陆桂英慌了，拔腿就朝前跑去。就这样，她在整个农贸市场转来转去，看见了许多她难以想象的东西，但是她也发现这里使用的货币并不是铜板，一时间也让她有些不知所措。大娘，你想买点啥？鸡蛋、大米、粮油、生抽、老抽、盐、鸡精，要啥有啥。看见有些凶巴巴的店主，陆桂英一个踉跄被李子安扶住。大娘，你这不会是低血糖犯了吧？来，快到店里坐下来。说罢，他把陆桂英扶到椅子上，随后拿出一瓶可乐，塞到了陆桂英手里。大娘，快喝了，喝了就不晕了。陆桂英一脸懵逼，迟迟不敢有其他举动。我说，大娘，你不喝，不会是想晕倒在这里，想讹我一笔吧？不，小哥你误会了，我不是要讹你，爷，我就是没喝过这个。听见这话，李子安有些触动，当即放缓了声音。大娘，这是可乐，甜的，你不是低血糖吗？喝了就好了。随后陆桂英大着胆子喝了一口，顿时一股甜意灌入口中，可随之而来的却好像有什么在嘴里炸开一般，带着火辣辣的感觉。大娘，喝不惯可乐就算了，你还是喝白糖水吧。对了，你在这里等我一下。陆桂英试探地喝了一口，温热的糖水几乎甜到人心里去。甜，太甜了，真好喝。不一会，李子安拎着一袋包子走了进来。大娘，
我估计你是早饭没吃，所以才会低血糖的。给你买几个包子，你拿着吃。我这都喝了你1碗糖水了，不能再要你的包子。快吃吧，大娘，别客气。这包子多少钱？我给你。大娘，这是送给你吃的，不要钱。小哥，大娘今天没带荷包，就带了2文钱。这样，你的店就在这里，我回家去给你拿。看来这老大娘可能不只是家里穷，说不定还有点老年痴呆，竟然把这种铜钱当成了人民币用。哎，年纪大了真不容易。行啊，大娘给我钱，我就收着。好，小哥，那我去就来，你等着大娘，大娘不骗人。他挎着篮子，急急忙忙便要回家拿钱。李子安顺手将刚才拆开的白糖偷偷放在篮子里。陆桂英走后，一个中年女人急匆匆走进店里。老板，我回来了，这一早上怎么样？忙不忙？还行。杨大姐，看店的大姐回来后，李子安因为有事就车一路到了市中心商业街的一家古玩店。这么闲，一个人在这里喝上了。快坐，刚泡的茶就等你了。这次从一个村里淘了不少古钱币，可是捡着漏了，狠狠赚了一笔。来，给你长长眼。李子安一边打开一边说道。还长眼，我可不懂这个。盒子一打开，他就看见里面放着5枚不同的铜钱。这枚是嘉庆通宝，母钱已经卖了；这枚是大样，也就值1000把块钱；这枚是隆庆通宝。李子安边听边点头，目光从铜钱上一点点逡巡，突然瞳孔一缩，这一枚是？这是太昌通宝，是朱由校做皇帝的时候铸造的钱币，这一枚大概500块左右。最值钱的是太昌通宝背上刻着天启通宝4个字，至少能值5000块。此话一出，李子安想到那个衣衫褴褛的老大娘给了自己2枚太昌通宝，他心里就不是滋味。喂，你这什么表情？怎么你有这个钱？今天早上我去中心菜场那个店帮着看了一会，就收到了2枚太昌通宝。你家不是开粮油店的吗？怎么还收这玩意啊？和我抢生意骂！这个老太上一世在逃荒路上被大儿子一家人害死，重生归来，他不仅在家中立威，而且还一不小心就来了一趟现代，抬手就是用价值数千元的铜板买了几个肉包。当时我给他买了几个包子，他没钱给，非要给了2枚这个太昌通宝，我没当回事，给丢在店里的钱盒子里头了。今儿个好不容易见一面，不说这些，一会儿我请客，不醉不归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陆桂英慌里慌张的想找到回去的门，突然有人从身后拍了拍她的手臂。大娘，你这个金针菜是哪里买的？我也想买点。这是我自己家种的，早上刚刚摘。自家种的，那你卖吗？闻言，陆桂英心中盘算了一遍，举起了3根手指。3文钱应该差不多了吧？30元钱1斤，那倒是还算公道。这样吧，你称一下这里有多少，我全要了。30元，我明明想说的是3文钱啊，30元又是多少？陆桂英心中盘算，经过此前的所见所闻，最终明白这就是此地的钱了。我没有秤，这可咋办？没事，借一个秤就行了。随后，董婉慧带着他到一旁的摊位上借了一个电子秤，要称重量的时候，发现，在竹篮子边上还放着大半包的白砂糖，想来是刚才的小哥儿给的，就更加着急想把钱还给人了。大娘，你咋还在这里？你们认识？随后，朱玉芳便把刚才的事情说了一遍，便将篮子放在电子秤上，按了价格，然后说道：3斤6两，去皮3斤。这小竹篮子有点重量。大娘，既然3斤多，那就给你100块钱吧。都行。那我直接转你吧。对了，大娘，你有手机吗？手机？什么手机？这下董婉慧明白了，这位大娘连手机是什么都不知道。你没手机，不能收钱。那我这出门也没带现金啊。这有啥？你把钱转给我，我把现金给大娘，不就好了？对，还是你们做生意的人脑子转得快。两人说话间，他已经收到了董婉慧的转账，又拿了一张红票子递给了陆桂英。大娘，100块钱给你了。陆桂英摸着手中的像纸一样的票子，手感很好，上面还印着一个人像。随后，董婉慧便拿着菜转身走了。咦，大娘，你怎么还不走？不会又是找不着路了吧？你们这野菜什么的，是不是都挺贵？那肯定的，比肉都贵。大娘，你家里要是还有金针菜的话，拿过来卖给我，20块钱1斤收，这价格公道吧？而且你把野菜送来了，就能拿钱走人。闻言，陆桂英想到田里的那些金针菜，自家倒是不多了，可哪怕再有1斤，那也能花20块钱啊。但是能不能回去，能不能再来，他都不知道，就只能含糊其辞嗯了几声，就匆忙离开。就在他想要去还钱的时候，却不经意间摸到了发间簪着的木钗。下一秒，他出现在了那间白色的屋子里。我这是回来了。突然，他脑子中闪过一个念头，当即伸手拔下头上的木钗，仔细看了起来。说起来，死而复生之后，最古怪的就是这木钗。难道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摸了头上的木钗？陆桂英想不通，便没有继续纠结。随后，他顺着一个方向走去，没多久就看见了一道门。果然是出来了。随后，他把猪草严严实实将篮子里的东西遮住，才匆匆回了家，将东西放好。他一只手攥紧了100块钱，另一只手去摸头顶的木钗。看来木钗就是能够进入白房子的关键。他随后朝前走去，看见一道门。
咦，真是奇怪，怎么不行了？如此反复几次，陆桂英发现自己依旧站在门边，压根就没反应。想了想，她干脆沿路返回，去看另一道门。两条腿迈得飞快，这次倒是一推就回到了家中。触摸木钗就能进去白房子，但是通往那个买菜地方的那道门却不一定能打开。为了防止每次进来搞不清楚门，她就进入白房子，拿了一根麻绳系在了回家的这道门上，好做个标记。这让陆桂英有些诧异，她突然想到了自己能进这个白房子，金针菜也能落在这里，那是不是这里可以放东西？那能不能把木箱子也搬进来？眼下正好趁着家里没人试一试。她走到白房子的门里，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内。木箱子又大又重，她搬不起来，只能一手摸着木箱子，一手去摸木钗。为了能够顺利将箱子搬进去，她心中还默念：我要搬箱子，我要搬箱子。哦，真稀奇，想搬就能搬了，那岂不是能放进来很多东西？这白房子可真是个宝贝。保险起见，她还是准备先把箱子放回去。当下念头一动，再次睁开眼，就已经回到了房间内，身边正是那个大木箱子。随后他拿了一个蓝布包，把装银子的荷包、白砂糖、鸡蛋包在一起，还有一袋肉包子，全部放进了白房子里面。阿奶，你啥时候回来的？我一直在屋里都没看见阿奶。这不刚回来吗？满满都会熬药了，真是阿奶的乖孙女。你娘呢？娘在给弟弟缝衣裳呢。那就不去吵她，我们先把药煎了。随后祖孙俩生火煎药，忙得不亦乐乎。娘，晌午做点啥？我去做饭。晌午不用忙活了，咱娘仨有东西吃。你回去躺着，这药马上好了。你先把安胎药喝了。随后，陆桂英先去灶间烧了一锅糙米粥，又去白房子里拿了绵白糖出来，放进粥里搅拌开。阿奶，这是什么布呀？怎么会这么细致呀？听见这话，陆桂英顿时慌了，这种东西这里可不会有，若是被人发现她的秘密，可就完了。对，这就是布。走吧，我们把粥给端过去，吃饭了。好呀，阿奶。陆桂英急中生智，敷衍了过去，随后悄悄将优质收起来。爷，喝点粥。谢谢娘。陆桂英又另外盛好了2碗粥，她一碗，满满一碗，都尝尝看，是不是有什么不一样？满满与沈菊叶对视一眼，都慢慢喝了一口，顿时一股子香甜味道充满了口腔。娘，这里面是放了糖，好喝，好喝。沈菊叶有些感触，没忍住落了泪。吃到一点好东西就哭，眼皮子可不能这么浅，今后好日子长着呢。快点把粥喝了，咱们还有包子吃呢。说着，他拿起2个白白胖胖的肉包子，朝2人手里一人塞了一个，自己也没有客气，拿起一个肉包子狠狠咬了下去，香味在口中弥漫，根本停不下来。娘，你去哪里买的肉包子？这面皮怎么这么白，血一样白，真好看。吃吧，光看可看不饱。就这样，沈菊叶也开始动嘴了。陆桂英原本想着5个包子自己吃1个，让满满母女俩每人吃2个，可3人让来让去的，最终还是分了吃了下去。阿奶，要是以后每顿都能吃饱就好了。那有阿奶在，一定能让咱们满满每顿都吃饱。满满眼神憧憬，不知道想到哪里去了。沈菊叶摸着肚子，眼睛里闪亮，也在向往着一种美好的生活。与此同时，田里胡翠花催促宋大志：都晌午了，歇歇吧，这会儿一天也干不完。你凭什么命？没见你娘和老二家的都在家里享福吗？先回去看看晌午吃什么，我这忙了半天，累死了。胡翠花抱怨个不休，她下地少，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家里织布。行了，你先回去，我干完这一趟就回去。干吧，累死你得了。胡翠花啐了一口，扭着腰肢往家去了。回到家，她去看了看陆桂英的房间，却发现房门锁着，根本就进不去。又去拍沈菊叶的房门，老二家的，这大中午的怎么连饭都不做？我和你大哥在地里忙活一个晌午，回家了连口热饭都吃不到。大嫂回来了。咦，我怎么闻到了肉味？你们在家偷吃肉了？胡翠花犀利的目光看向一大一小，恨不得凑到2人身上闻起来。没有，我们没有偷吃。娘娘怎么不见她？在家也不知道烧饭。二弟妹啊，你觉不觉得娘这次醒过来，好像变了一个人？沈菊叶自然能感觉到婆婆的变化，可这变化是往好了变啊，至少她和满满都能吃饱饭。没有觉得，娘不是一直这样吗？别人家的婆婆都没有娘勤快呢。勤快到现在连晌午饭都没有做。娘早就下地去干活了，这才没有做饭。那这晌午饭就不吃了。不说我和大志在田里忙了大半天，娘舍得你们俩饿肚子。大伯娘，今天我和娘都没有下地，也没有干活，我们还不饿。哼，小丫头片子还挺识相。随后胡翠花便去找陆桂英，找了一圈，却并没有看见。等到宋大志回来，就看见堂屋破木桌上摆着几碗糙米粥，一小碟咸菜，还有几个黑面馒头。咋不做个蛋花汤，烙个油饼也行啊？这没滋没味的，让人咋吃？咋吃？用嘴吃。这个死老太婆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。我们在地里忙活，她在家连饭都不做，这不知道跑哪里去了。好了，声音小点，有你这么做儿媳妇的吗？竟然编排起我娘来了。
小心给人听见。老二家的还在家呢。我说错了吗？让人饿着肚子干活，只有你这样没用的男人，让娘子孩子饿着肚子。当初我怎么就瞎了眼，从镇子上嫁到了乡下，嫁给了你。行了，吃饭也堵不住你的嘴。你就这么对我，亏我为你生儿育女。陆阿奶，你家大智叔两口子打起来了。打起来了？是啊，您快回去看看吧。你先回家去吧，阿奶年纪大了，走得慢。闻言，赵元一溜烟跑了回去。陆桂英心里想的却是打起来才好了。等陆桂英慢慢走回了家，院子里却是静悄悄的。走进堂屋内，就见地上一片狼藉。看着老大家敞开的门，陆桂英走了过去，就见宋大志躺在床上一动不动。下午怎么没下的干活，就在家躺尸？娘，你看看胡翠花这个泼妇，把我的脸招成什么样了？这回为了什么事吵起来的？吵完不知道收拾一下，那一堆烂摊子是留给我看的吗？他人呢？回娘家了呗，带着仨孩子一起回去了。娘，你说你今天是咋回事？我和翠花都下地了，你怎么不给我们做饭呢？做饭？我活该给你们做饭，没我你能饿死？我看这不也活得好好的？他说着转身去了灶间，该准备做晚饭了。经历了荒年，这一顿不吃都饿得心慌。娘，这翠花带着孩子回娘家也不是个事啊。这不是挺好的？家里清静多了，你快去把桌子碗筷都收拾了，不然老娘就要收拾你。宋大志看他娘脸色差得很，只好去收拾堂屋了。晚饭做好之后，自然也没有准备宋大志的份。宋大志这次是彻底惊呆了。娘，你这是干啥？连饭都不给我吃？早上我让金宝和二分去捡柴火的时候就说过，不捡柴火，今晚就没饭吃。不是，他们俩不捡，为啥不给我饭吃？总之这个家不养闲人，今后你们干多少活就吃多少饭，要是不想干活，那就滚出去。陆桂英给沈菊叶二人盛了粥，又一人分了一个黑面馒头，根本就没空搭理他。娘，我那老丈人本就看不起我接他们回来总不能空着手去，我买点什么带过去，好哄哄他们。要不您把上回从我这拿走的钱袋子给我吧。陆桂英简直要被他气笑了，这时还惦记着被自己拿走的钱袋子。出去，马上给老娘滚出去！满满，去把门关上。满满听话，立马就起身去关门。就听宋大志不敢置信的怪叫一声：“哎，娘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儿子吗？你眼里都没有我这个娘了，我还要你这个儿子做什么？”无奈，眼见着天黑了，宋大志只好饿着肚子往镇子上去。娘，如今家里没有劳力，大哥一家都能干活，若是把人都给赶跑了，那这地就要荒了。正在这时候，门外又响起了一阵声音：“能，你在嫂子屋里吗？”这是陆桂英的小儿子，如今在镇子上跟人学做木匠，管吃管住，就是个把月才能回家一次，忙的时候可能2-3个月才回来一次。怎么今儿个回来了？前世的时候，他没有见到活着的小东最后一面。钱木匠说了，小东是帮忙卸木料的时候被木料砸死的。村西头老王叔去钱木匠那里订了个木柜子，正好看见了我，就说了二哥的事。他说着眼圈就有些发红。虽然他与宋大河差了7-8岁，但两人感情很好。你二哥不会有事的，应该就是迷了路，说不定哪天就回家了。我一会还要回去。怎么还要回去？天都黑了，这么晚了，不在家住一晚？不住了，钱木匠说这几天活多，原本是不给我回来的。陆桂英叹了一口气，也知道儿子做学徒定然不自由。那你在那里好好学，等出师了就好了。娘放心，我先回去了，你在家保重身体。你这就要回去了，天黑走慢点，多看着点路。虽说钱木匠那里管吃管住，但是手上也不能1文钱没有，这些你拿着用。我不要。对了，大哥大嫂呢？这个时候咋不在家？别提那一家子了。好了，快去吧。那儿子先走了。陆桂英挥挥手，看着小儿子瘦削的身影消失在黑暗中。这一晚，陆桂英睡得极其不安稳。天还没有亮，陆桂英就从床上爬了起来。她要去镇子上钱木匠家里看看，不然这心中总是不安。陆桂英从门缝里悄悄看过去，就见院里钱木匠与钱良才正干着活，而另一边，2个约莫5-6岁的孩子正在玩打仗的游戏，地上爬着一个人，其中一个胖乎乎的孩子骑在他身上，手中挥舞着一根木剑。这时屋中喊吃饭，小孩离去，地上的人这才撑着身体慢慢从地上爬了起来，不是别人，正是宋晓东。你去把那边的木料整理一下，地上的木屑都这么厚了，不知道扫一下吗？养你有什么用？真是废物！年轻妇人又从灶房里端了个带着豁口的粗陶碗放在了他手中，说道：“把木屑扫了就过来吃，记得锯子和刨子都要擦干净。”宋晓东端着碗的手有些颤抖，刚才在地上爬了半天，本就瘦弱的双手此刻打着摆子，几乎要将碗里散发着馊味的粥晃洒了。陆桂英当下只觉得一股子怒气涌上心头，不管不顾推开门，几步就窜到了宋晓东身旁，抬手用力将那个如同乞讨用的碗给打翻在地。您咋来了？钱家就给你吃这个，你这手上的伤又是怎么回事？没等宋晓东回答，正在堂屋里吃饭的钱家人就走了出来。是小东的娘来了，孩子在这儿学手艺，
吃穿不用你操心，赶紧把鸡蛋留下，别在这儿耽误他干活。能，我没事，您先回去吧。你为啥拉着宋晓东？他是我大马，我吃完了饭就要骑马。这些话彻底点燃了陆桂英的火气，几步冲到钱家堂屋，一眼看过去，餐桌上摆着白面馒头、厚厚的粥，还有豆腐乳、萝卜干。想都没想，陆桂英就抬手掀翻了桌子。你干什么？豆腐，老婆子，你撒泼也不看看地方。你们这一家子丧了良心的，老的小的都不是个好东西，这叫学手艺，这是糟践人。你个妇道人家懂啥？学徒就是要吃苦，不想学就滚。好你个钱木匠，你他奶奶的还真不是个东西。你们也是做人爹娘的，也不怕遭报应，一家子烂心烂肺的玩意，老天怎么不一道雷劈死你们？小东，咱不学了，娘就是砸锅卖铁，也不让你受这份罪。以前那些鸡蛋和蔬菜就当是喂了狗，狗还知道摇摇尾巴，这一家子连狗都不如。还有那拜师礼，留给你们钱家买棺材吧。这话顿时让钱良才不乐意了。好个老婆子，说话这么难听呢！他上前一步就想理论，却发现侧门外早已经围了不少人，左邻右舍又多的是与钱家不对付的人。就是人家是来做学徒的，送了鸡蛋，给了拜师礼，所以说干活是应当的，也不能这么糟践人啊！那钱家可太不是人了。这时，只见陆桂英重新冲回院子里，硬生生将那些做好的半成品，什么柜子、桌子、椅子全部推倒在地。钱木匠便示意儿媳妇小钱氏去阻止陆桂英，反而被陆桂英抓住头发，狠狠扇了几巴掌。陆桂英也见好就收，拉着宋晓东就走。能，我真的可以不学木匠了。大哥在家种的，我回去也种地，他会不会有什么想法？他要是有什么想法，就叫他来跟我说。你放心，家里的田本来就有你的一份。很快两人便回到了家中。陆桂英做饭给宋晓东吃完后，就让他先去休息。陆桂英则是回了房间，拴了门，就想着再去那个菜市场看一看。昨天下午，他将挖的野菜都放进了白房子，随后他一手挎着装满野菜的篮子，一手推门。这次来，陆桂英已经没那么害怕，直接来到了菜摊前面，还没想好该怎么开口，朱玉芳就敏锐地察觉到了有人来了。呀，又拿菜来了，好几天不见，原来是去挖野菜了。我几天没来了，这不是有3天了吗？陆桂英一惊，自己明明是昨天才来过，今儿早上去镇子上把宋晓东带回家，下午就到这儿来了，难道两边的时间也不同？这马齿鲜嫩得很啊，还有这香椿头也不错，东西不错，就是量太少了点。大娘，你这些菜卖不卖？卖。大娘，我都要了，我姓朱，你叫我小朱就行了。不知道大娘贵姓啊？老婆子娘家姓陆，夫家姓宋，你叫我陆大娘或者宋婆子都行。我看大娘应该和我妈一个年纪，那以后我叫你陆阿姨了。哎好，陆阿姨，那我就把这些野菜给你称一下，好3钱啊。随后他依次将金针菜、香椿头等放在了电子秤上面，吧嗒吧嗒按了一通，一共是111块6毛钱。这样吧，陆阿姨，我这边给你110块钱现金，剩下1块6毛钱我也懒得翻了，送你点蔬菜吧，要不拿几个番茄回去吃？好啊，不过这番茄怎么吃？是炒鸡蛋吃吗？吃的方法多的是，生吃酸酸甜甜，也可以做成番茄炒蛋，可非常下饭啦。这么多吃法呢？说罢，朱玉芳就放了几个番茄在陆桂英的竹篮子里面。以后挖了野菜你还收？收，有多少收多少。那要是有几百斤呢？哈哈哈，几百斤，那你就是我的财神爷，我把你供起来，别说几百斤了，就是几千斤我也能收得起。店铺开始繁忙起来，不等陆桂英说话，他就去忙了。见状，陆桂英去找上回遇到的小哥，走着走着，他一抬头竟发现不远处正是记忆中的那家店，可是却没有看见当时的小哥，让他有些疑惑。难道找错了？大娘，你是来找老板的吗？就是个子高高的，有点胖的。是，我是来还钱的。陆桂英摸出皱巴巴100块递出去。大娘，什么钱不钱的我不知道，是我们老板让我在这里等你。这样你先坐一下，我去给老板打电话，有什么事你等会见面和他说吧。紧接着，陆桂英被他连拉带拽的坐到了店里，手里还攥着100块钱不知所措。另一边，杨大姐拨通了李子安的电话。你先坐一会儿，老板他马上就来了。大娘，你可以随便看看，有什么想买的？听说你们店里有鸡精。此话一出，他立即从货架上拿出一袋黄色包装的，说道：大娘，你是要走这个吗？这就是鸡精吗？对呀，这不就是鸡精吗？我们这里还有味精，这2年大家都开始吃蔬菜精了，还有鸡粉，都能提鲜。闻言，陆桂英只觉得自己有些好笑，合着这里的精都是用来提鲜的。那我能看看米吗？能啊，尽管看。这是3称的大米，便宜点。我们还有东北的五常大米和长粒香米，还有盘锦的蟹甜米，江西的丝苗米，需要哪种都有。这么多呢？对呀，这都没说完呢，品种多的是，价格也不同。
陆桂英伸手捏了几粒大米放在手心，晶莹剔透，不像家里的糙米，黄褐色的，粗糙的很。这斤白米得多少钱一斤？3称大米是2.5块一斤，这是特价搞活动，平时是卖3块一斤的，袋装的就要看具体的了。2.5块。陆桂英觉得好像并不算贵，掏出一张红票子问道：“那我这钱能买多少斤？”能买40斤。那糙米是多少钱一斤？你说的是粗粮吗？我们这里有3色藜麦、燕麦、玉米橙、黑豆啥的都有，2斤20块钱。多少？陆桂英没想到，上好的精白米只需要2.5块一斤，但2斤的糙米要20块钱。就在这时，李子安走了进来。老大娘，还真是你啊！小刚，我正要来还你钱呢。李子安一愣，反应过来是买包子的钱，他连忙摆手，将陆桂英请到了店里面。大娘，我姓李，是这家店的老板，今后你叫我小李就行。对了，你还记得这2枚铜钱吗？这铜钱咋了？是不是不够？老大娘，包子不要钱，我是要把铜钱还给你的。另外啊，我还有钱要给你呢。是你不要钱，还要给我钱，咋回事啊？大娘，你别急，听我慢慢说。我有个朋友说了，这2枚铜钱他愿意出钱收下来，1枚是500块钱，2枚就给你1000块钱，就是看大娘你愿不愿意出手了。这个价格他后来打听过，是公道价。再说了，方健那小子是自己的发小，不会骗他。你朋友收铜钱做啥？他家里是做古董生意的，平时最爱倒卖古董文玩字画啥的，这种古钱币他也收。古钱币？对啊，我还忘了问大娘，你这铜钱是哪里来的？就是家里拿的。大娘，你拿的这2枚铜钱是明朝的铜钱，卖相好的话能卖将800-900块1枚呢。今后你家里的铜钱可不要随便拿出来，更不要随便给人啊。明朝？你是说日月的那个明吗？对啊，就是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那个明朝啊。太仓通宝就是明光宗朱常洛时期的钱币，但是他才在位不到1个月，人就死了。这最值钱的铜钱是太仓通宝被天启通宝，1枚能值到5000块钱。不过和您说这些，您也不懂。总之，您家里要是还有铜钱，可千万要收好了。此刻的陆桂英大受打击，不太清楚究竟是发生了什么。小刚，那现在是啥时候？万岁爷？啥万岁爷啊？现在是新中国了，是2015年了，人民当家做主。新中国？那大明已经不在了？早不在了，灭亡了，败在崇祯手上。不过这也不能怪他，一切都是历史的洪流。明末的时候天灾人祸多，加上各种原因，谁也挽救不了。对了，明朝灭亡的最直接原因就是李自成起义，攻破北京城，崇祯在景山上吊自杀了。上吊自杀？陆桂英觉得不敢置信，万岁爷也会自杀，还被人杀到了皇宫里。那现在是李自成做了皇帝？那不是，他在西安称帝过，但后来没多久就被清军打败了。那你姓也李，难道你是李自成的后人？老大娘，虽然我也姓李，但和李自成可八竿子打不着。此刻，陆桂英对改朝换代的事情并没有在意，更多的是在震惊自己咋就跑到300-400年之后来了。他知道肯定是白房子能通后世。那我家里还有些铜钱，你朋友还要收吗？当然收啊，反正您要是有就拿过来，我拿去给他看，就是具体的价格还要看成色，所以我也不能给您随便报价格。其实他这会儿袖笼里就放着5枚铜钱，考虑了再三，还是没有拿出来。小刚，你刚才说的1000块钱又是多少？就是10张你手里这样的红票子。陆桂英默默记了下来，干脆又把那张浅蓝色的10块钱拿了出来。那这个呢？这个是10块钱，10张10块钱就等于这张红票子。见陆桂英越听脸色越迷茫，他干脆去前头柜台把钱盒子拿了过来，然后一张张指给陆桂英看。大娘，那这2枚铜钱你愿意出吗？愿意的。那行，我和朋友说一下。大娘，那这2枚铜钱我就直接带给我朋友了，钱呢我也转给你。还没有等他发问，陆桂英已经抢先一步说道：“我没有手机。”自打上次卖金针菜，陆桂英就知道了，这里的人虽然能用红票子，但是他们更喜欢用手机。行，那我给您现金吧。随后李子安点了点钱，交到了陆桂英手里。孩子，我这钱能在这里买大米吗？那自然能啊，您看看想要啥，肯定给优惠价。我要这种精白米，它是最便宜的吗？是，大娘，这样吧，我就算您2块钱一斤，怎么样？哼，那多谢你了，那我就买200块钱的吧。200块钱就是100斤的大米，足够家里吃上一阵子了。杨大姐听了就开始称米，足足装了5袋。那这鸡蛋是多少钱一个？大娘，这是洋鸡蛋，是按斤卖的，6块5一斤，个大，1斤大概有10个。您要多少？来5斤。杨大姐笑眯眯的拿了5袋鸡蛋出来。大娘，其他还想要什么？油要吗？大豆有，非转基因的，5升装，只要55块钱。陆桂英看着那桶金黄的油，顿时有些心动。家里的猪油的确不多了，就剩了个底。想了想，她还是决定买1桶。最后她一共买了100斤的大米，1桶油，5斤鸡蛋。
今天大娘在咱店里买了不少东西，我这人就当交您这个朋友了，有些话就直接和你说了哈。大嫂子，有话还请直说。大娘，自古以来啊，都说人靠衣装，马靠鞍，总之就是一句话，出门在外还是要好好打扮一下。您这补丁落补丁的，真是容易被误会。陆桂英低头看了看自己，确实和别人穿的不一样。她犹豫了一下，身上的衣服已经是她最好的衣服了，难道真要拿钱去做一身新衣服吗？这样吧，杨大姐，你带着大娘去楼上买一身衣服，钱我来出。大娘，你的竹篮子就放在这里，店里我看着，快去吧。对，不用您买，我这不是还有钱吗？咋能要你买？走吧，大娘，我们老板有钱做呢。哎呀，这他有钱归有钱，我这哪好意思。杨大姐一边说一边带着陆桂英上了2楼，两人没几步就走到了一家服装店的门口。大娘，我们去这家看看，都是中老年服饰，肯定有适合你的。哼。进了服装店，老板娘也很客气，很快陆桂英就选好了一套长袖长裤，上衣是靛蓝色，胸前也绣着花，不过并不显眼，裤子是黑色的，很宽松，和她身上这条倒是有点像。大娘，喜欢就去试试吧，这还能是吗？可以呢。说着，老板娘直接取下衣架，把衣服塞进陆桂英手里。试衣间在这边。她领着陆桂英转到店内角落的试衣间外面，试衣间门外的墙上镶着一整面镜子，把人照得清晰可见。这镜子她知道，可这又是啥镜子？怎么能把人照得这么清晰？不一会换好衣服，陆桂英有些害羞地走了出来。哟，这不是挺好的嘛？大娘，您这样看着整整年轻了10岁呢。这套真不错，合适的很，您快照照镜子。陆桂英鼓起勇气看了眼镜子，只觉得镜子里的人一点都不像自己。仔细看去，其实五官还不错，鹅蛋脸，眉毛弯弯，眼睛大，鼻子翘。大娘，那就拿这一套吧，这么好看，就穿身上别脱了。旧的衣服我帮你包起来。不等陆桂英说话，她就拿了个塑料袋，将试衣间的衣服给装了进去。老板，这套多少钱？这一套料子好，本来要卖280块钱的，看大娘穿的好看，给260就行。260块钱，这么贵？对，不买了，走吧。杨大嫂子，咱走。50块。陆桂英不由啧舌，杨大嫂子的胆子够大，砍价不说，竟然只给了个零头的价格。50块，美女，可不带你这么还价的。大娘，不买了，衣服脱了给他。哎呀，别脱呀，加点，你们再加点，80块钱拿走。就50，能卖我们就掏钱，不能就算了，我们再去别处看看。算了，看在大家都在这里上班的份上，卖给你了。你可真会还价，真是的。这一番转变让陆桂英目瞪口呆，这就愿意卖了？杨大姐却一拍大腿，满脸懊悔，价格还高了。她掏出手机准备扫码付款，但陆桂英机灵了一回，快速掏了一张红票子递给了女老板。我来，本来就是我买衣服，哪能真要小哥给钱啊？刚才还价这么厉害，我都怕动起手来。这算什么？这些衣服我还不知道吗？拼夕夕上9块9都能买一套了。9块9，拼夕夕这么便宜？拼夕夕又是什么？是手机上的购物软件，关键是你没有手机也买不了。大娘，你不行就去买个手机。买手机要多少钱？手机那种类太多了，价格也不同，几百块上千块，贵得18000块或者几万块都有。陆桂英没想到这么个小小的方块竟然如此昂贵，好在她觉得自己并不需要，这笔钱还是别花了。很快两人就已经到了店里，李子安早已经将他的东西全部放在一辆小拖车上面。大娘，您早该这么穿了，您这回买的东西可不少，我们店是可以上门送货的，正好我今天没事。你家在哪里？我给你送过去。不用，你们忙吧，不用送了，我叫家里人来接我回去。这样吧，这个车给我用一下，一会我就来还。陆桂英推着小车一阵乱走，直到远离了李记粮油，这才找了个安静角落停了下来，进入到了白房子里，将东西全部搬到地上。他再次推门走了出去，按着记忆里的路线又找到了李记粮油。大娘，东西都搬好了。我儿子在外面，我叫他搬了，我来把小推车还给你们。不用谢。对呀，这的大娘您拿回去。李子安拿出了一大包桃酥来，这是他刚才特意去买的。陆桂英接过来一看，就见半透明的包装袋里面码放着整整齐齐的圆形点心。您不是有低血糖，头晕的时候直接吃1块就好。李小哥，桃酥我留着，把钱给你，要是你不要钱，我也不能收下来。随后李子安一阵说，到底是说动了。陆桂英稀里糊涂就拿了桃酥，谢了半天，这才告别了两人。路上他又去买了40块钱的五花肉，老板还送了他1块猪板油。等到了没人的角落，他这才摸了木簪，回了白房子，看着里面堆着的米和肉，陆桂英有些犯愁，这些东西肯定都不能带出去，万一被发现都是麻烦。想了想，他先换掉了那身衣服，
重新穿上了自己的粗布褂子，这才推门走了出去。桂英，小妹，小妹。刚出来的陆桂英听见呼喊，转身朝院门走去，只见门外站着几个人，赶着一辆老牛车，为首一个约莫50岁的老汉，正是他大哥陆文礼。大哥、二哥、永康、欢丫头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小妹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你要是伤了身子，大河在天上也不会好过。爹、二叔、小姑，咱进去再说吧。对对，都到屋里去。大哥、二哥，咱快进去。陆文礼将牛车拉到一边，又指挥陆永康将车上的一筐蔬菜、一袋糙米还有2捆干柴都拿了下来。家里没什么东西，就给你带了点这些。你们人来就行，咋还带东西？永康，你也不劝劝你爹？他不赞同地看着2个哥哥，这年头家家户户都难，别的不说，就这一袋糙米，估摸着都是大哥和二哥家一起凑出来的。小姑，好久没来看您了，还能空出手来？这回我说自己来，爹和二叔非要跟来，这不借了辆牛车，偏偏欢儿也要来看看姑祖母。陆桂英摸了摸陆欢的头，小丫头和满满一样，头发又黄又软，也是个长期挨饿的孩子。满满，去烧点水来。哎，满满哎了一声，陆欢就跟着一起跑去了。这时候沈菊叶听到动静也走了出来。大舅、二舅、表哥来了。几人见他大着个肚子，又是一阵唏嘘。里屋原本睡死的宋晓东同样被吵醒，他顾不上穿好鞋子就蹦了出来。大舅、二舅、大表哥，小东个子都这么高了，长得可真快，就是太瘦了。不是说小东去学木工了，今儿个怎么在家？陆桂英索性将钱木匠苛待小东的事情说了一遍，顿时气到了2个舅舅。几人又把钱木匠一家骂了一通。那就不去他家，到时候我让永康在县城里再找找看别的木匠家。小东，你还想学别的吗？不然和永言去做。陆永言是陆文启的小儿子，在城里一家酒楼做跑堂的，就是1年也回不了家一次。宋晓东便和舅舅表哥聊起来。陆桂英趁机回了自己屋子，准备去白房子里拿点肉出来做饭。等再次从白房子里出来，他拿了1块肉、几个鸡蛋，还有好几块核桃酥。娘，晚上留大舅他们吃饭吧。留，肯定留。家里还有去年晒的金针菜干，正好拿来炖肉，再搁一把韭菜炒鸡蛋。对了，咱再摊几个鸡蛋油饼，还要蒸1锅大米饭。陆桂英一口气把想做的菜都说了一遍，现在口袋有粮，心中不慌。沈菊叶听得懵逼，又是肉又是鸡蛋的，家里哪有？娘，家里没有肉啊。陆桂英忙将1块猪肉放在沈菊叶面前晃了晃，这不是肉吗？娘爱，哪里来的？你舅舅刚才带过来的，说给咱们补补身子，屋里还有呢。陆桂英现在已经撒谎不眨眼睛了，反正他说什么，沈菊叶信什么。娘，我来做饭。你今儿个感觉怎么样？能烧火做饭？能，娘放心，我好得很，我都能挑水了。挑水就算了吧。行了，你烧火做饭，咱们今天早点烧，早点吃晚饭。你大舅他们还要赶回去。陆桂英笑了笑，又掏出1个布包，拿了1块桃酥塞在沈菊叶嘴里，先舔舔嘴儿，一股子坚果的香气混着甜味和油脂的香味充斥口腔。沈菊叶觉得脑子里都空白了一瞬。这是啥？咋这么香，这么甜？这叫核桃酥，也是你大舅带来的，赶紧吃了干活吧。沈菊叶点点头，只觉得身上心里都是暖洋洋的。随后陆桂英又拿桃酥分了1人1块。大哥、二哥，吃点桃酥垫垫肚子。永康、小东，你们也吃。核桃酥这不便宜吧？留给孩子们吃吧，我不吃。都快吃了吧，都是一家人。随后几人这才细细品尝起来，每个人都露出满意的笑容。陆桂英支开宋晓东，对着陆文礼道：大哥，我在镇子上碰见一个收野菜的，他按4文钱一斤收，不管什么野菜都收。4文钱收野菜？小妹，你不会被人骗了吧？田里山里全是野菜，他收了野菜做什么？我一个老婆子，人能骗我啥？而且我摘了金针菜已经卖掉了，人当场就给了钱。要不这桃酥是哪里来的？这人说是从京城来的，京城的贵人们要买野菜呢，所以我想让大哥二哥帮我一个忙。小妹，你有话就说，这么拐弯抹角的可不像你啊！我们做哥哥的什么都听你的。贵人说了，还要几百斤野菜，我一个人挖不了那么多野菜，你们看看能不能一起帮着挖？我回去就挖，到时候让你大嫂还有家里人全去挖。如今不是能忙，你二嫂也闲着呢。哥，我和杏花还有几个孩子都能去挖。那行，不拘多少，挖好了尽快给我送过来，我也按4文钱一斤收。什么？怎么还要你钱？小妹，你这也太见外了。对呀，小姑，挖点野菜而已，还能要钱？说出去，我们脸都没地方搁。陆桂英有些好笑，又很感动。大哥二哥一家永远不图他什么，只是一味对他好。你们不要钱，那我就不要野菜了，也不卖野菜给贵人了，就当我没有这个发财的命吧。小姑别生气，爹，小姑这是为了我们好，我们就听小姑的话。行，小妹，你可别生气，都是大哥脑子转不过弯来。那行，就这么定了。到时候你们多准备几个筐，不同的野菜要分开放。对了，也不要带泥，要干干净净的。到时候你们挖了野菜，也不用进村子，
就直接在外头大路上等我，叫永康来喊我一声就行。知道了，小姑。大哥、二哥，你们坐一下，我去看看饭好了没。说完，不管几人阻拦，陆桂英就离开了。不一会，他就拿着碗筷进来了，身后跟着宋晓东端着个大陶盆，盆里是满满的韭菜炒鸡蛋。随后他转身又去灶间，端上了一大盆的金针菜炖五花肉，最后端上来的是一大盆子的大米饭。大哥、二哥，快吃饭吧。小妹，你……陆文礼有点害怕，怕小妹是把家底掏空了，做成这么一顿饭菜。大哥，你忘了我刚才说的话，快点吃吧，我这都饿了。闻言，几人也不再多问，当即一家人大快朵颐了起来。一家人吃饱喝足，便要离开。陆桂英就没有多留，晚上赶夜路不安全。大哥、二哥，永康，路上驾车慢点，这些东西也带回去。他拿了家里的竹篓子，放了1斤猪肉、半块猪板油，还有1斤鸡蛋进去，又用干菜盖得严严实实，又装了2袋精白米掺杂糙米，这样的一共2份，一并放在了牛车上。陆文礼几人又是一阵推辞，可最终还是被陆桂英强硬说服了。等几人回到家，天已经擦黑，陆永康的媳妇杏花早已经等在门口，远远的看见牛车回来，立马迎了上来。回来了，饭好了，就等着你们呢。没捞着饭吃吧？也不知道你们每回巴巴的带着东西过去干啥，就非得讨好人家。说什么混话呢？我们吃过了，快把东西搬下来，我好去还牛车。真吃过了，吃了什么野菜糠饭？娘，我们真吃过了，姑祖母今天给我们炖肉吃了，大肥肉可香了，还有大米饭，还有炒鸡蛋呢。杏花将信将疑，又看见陆永康从牛车上抬下来什么东西来，他急忙凑过去看，就见筐里装的是只是一些干菜，顿时就撇了撇嘴不满道：还以为这回能借着东西回来，原来就是咱送去的干菜。怎么人宋家看不上这干菜了，又叫你们拉回来？我和你娘还有你二叔二婶疼了你小姑一辈子，这辈子是改不了了。你娘与你二婶也从没有半点怨言，如今到你这一辈，倒是惹了你媳妇不高兴。既然这样，那明天就分家吧。爹，杏花没有别的意思。爹，是儿媳的不是。陆文礼懒得搭理这个拎不清的儿媳妇，赶着牛车去还车了。你看这竹篓子里是什么？切，不就是干菜？袋子里的不是你们送去的糙米，还当是什么稀罕物？亲啊，你不稀罕，那你别吃。他甩出一句话，拎着东西进了屋。陆永康的娘王氏正在那些底子，油灯昏黄，桌上摆着几碗糙米粥，一大盆野菜团子。你爹去还车了？爹还车去了，一会就回来。先吃饭吧，一家子都等你们呢。我们在小姑家吃过了。娘，你看，这些是小姑给的。他把干菜拿开，露出里面放着的猪肉，不止猪肉，还有1块猪板油，1袋子鸡蛋。还真给东西了，铁公鸡拔毛了。我发现你今天有点没事找事的意思，你发的哪门子癫？我说错了吗？你们每回上赶子给他家送东西，到底图什么？自己家都揭不开锅了，还去贴补你姑家？贴补什么了？你难道没往娘家拿东西，就许你孝顺你爹娘你哥嫂，我不能孝顺我姑？眼见着2口子要吵起来，王氏急忙把2人拉开。永康，你少说2句。杏花，你也是，这说的叫什么话？家里拿这些东西都是我和你爹攒的，你眼红什么？小姑这回赚了点钱，立马就想着我们家了，你还要人怎么样？赵杏花，你要是这么丧良心，咱就和离。一时间，杏花被说得哑口无言。永康，娘，刚才是我想差了，今后我再不说这些话了。永康，你别生我的气。杏花，我不是要和你生气，但此事下不为例，你们快些吃晚饭吧，明天还有事呢。啥事？随后陆永康就把陆桂英让他们帮着挖野菜的事情说了一遍。小姑说了，1斤野菜4文钱，野菜还能卖钱，还给4文钱1斤，你姑不会是被人骗了吧？没有，小姑上回卖了1次野菜，这些猪肉、猪板油就是她用卖野菜的钱买的。明儿个咱们家都去挖，尽早挖了给小姑送过去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宋大志一家5口从镇子上回来，胡翠花没理任何人，扭着身子就回了自己屋里。爷，小都回来了。大哥，你怎么去了老丈人家这么久？明知道二哥出了事，家里没人帮娘干活，你竟然拍拍屁股就走了。哎呦，小兔崽子，难得回家一趟，就数落大哥姐来了。我看啊，钱木匠不行，居然把你教的不尊兄长。别提什么钱木匠，我不去他那里做学徒了。咋不去了？不是学得好好的，是不是你小子偷懒？家里的地可没有你的份，你还能做什么？想做什么自然就做什么。真不去了？不去了，钱木匠不是人。闻言，宋大志一巴掌就打在他身上，1巴掌、2巴掌，毫不留情。哎，我说你这个小兔崽子，钱家那可是当初我们托了人才把你送进去的，还送了500文钱呢。说不去就不去了。反正我不去，要去你自己去。陆桂英在屋里听见动静，出来就见宋大志在打小东，他当即抄起一根棍子就朝宋大志打去。你骂谁兔崽子？他是兔崽子，你又是个什么东西？娘，你怎么打我？要打也该打宋晓东，我们千辛万苦给他送去钱木匠那里，学得好好的，说不去就不去了。陆桂英停下动作，指着瘦弱的宋晓东问他：
你跟我说这样能叫好好的？不就是瘦了点？宋大志真是瞎了你的狗眼！你看看小东身上被打成了什么样？熬过这2年不就好了？娘，你就是太大惊小怪，惯子如杀子，可不能这么随着小东胡闹。陆桂英见他如此冷血，便又想起了上辈子被他推倒致死的事情，当即拿着棍子死命朝宋大志身上打去。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没心没肺的畜生？你给我滚！滚出这个家，就当我没有生过你这个儿子。好啊，既然不待见我，那我们分家吧。分家？宋大志，你说的真的？宋大志见他娘神色严肃，只当他是害怕了。娘，本来我是不想分家的，可你瞧瞧现在你变成啥样了？地里的活不干，家里的饭不烧，要不是你撒手不管，翠花能跑回娘家去。如果今后你拿点钱出来，再送金宝去读书识字考秀才，等他做了官，您就是个闲散的老疯君，这有什么不好的？就金宝又懒又蠢的样子，能是个读书的料？哼，你就别许那没影儿的愿了。今天这个家分定了。娘，你真的要分家？小东，去请李正老爷来家里一趟，就说宋大志要和我们分家了。娘，你可别后悔。谁后悔谁是王八羔子。宋小东打了个哆嗦，拔腿就往李正家里跑去。不一会，王李正就到了宋家，身后更是跟了不少村里人。宋陆氏，你真要分家？这可不是开玩笑。李正老爷，我命苦啊！大河替宋大志去征兵，死在了外头。小东被宋大志送去学木匠，差点没被那家人搓磨死。老婆子我起早贪黑干活，回家还要做饭伺候他们一家子。再不分家，我都怕早晚有一天也死在他们手里。行吧，实在过不下去，那分家便分家吧。独哥，宋陆氏，你可要考虑清楚，你现在年纪大了，不靠着宋大志一家，难道要靠沈氏吗？李正老爷，这家是非分不可了。分吧，那你是想跟谁过？我就跟着小东过，顺便照顾局业，就把宋大志分出去就行。都过来给我听好了，先分田产，原本的17亩都是按人口分的，如今还是按各房的人口，剩下的10亩地分2块，一块是6亩，靠近河边，另一块是4亩，是趴地。宋大志，你家就拿4亩坡地。宋陆氏，你和宋大和媳妇还有宋小东他们就拿6亩的。宋陆氏，你可有异议？都听李正老爷的。李正老爷，凭什么他们拿6亩地，还是靠河边的？此话一出，李正感觉自己被质疑了，瞬间冷冷看向宋大志。娶妻不贤毁3代。宋大志夫妻俩不敢多言，只能仍由李正分配。这房屋分配要往长远了看，宋大志家几个娃都大了，过几年就要开始议亲，偏屋肯定是挤不下的。你是长子，还有2个儿子，很快长大成人，总挤在偏屋不是办法。李正老爷，那您说这怎么办？按你们家的人口，可以去村里的闲置的找一块宅基地盖房。他拿不定主意，便去看胡翠花的脸色。胡翠花却觉得盖房子好，分开住，一切都是自己当家做主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多自在。李正老爷，就给我们一块宅基地吧，我们盖了房子就搬过去。没什么问题，就按手印吧。等等，钱还没有分。钱也该分了，宋陆氏去拿钱吧。如今你们爹去了12年，你们兄弟俩成亲，小妹出嫁，家里的开销、人情往来，件件桩桩都是钱，因此就剩下了这些，要分就分吧。若是谁不信的，屋里随便翻。嗨，就这么点钱，就不分了，就全留给宋陆氏吧。宋大志，你是否同意？李正老爷，虽说只有400多文，可既然分家，那就分得清楚一点。看，就这么点，你真要分？分，必须分。李正老爷最是公正严明，一定不会有所偏私，是不是？你这妇人简直是昧了良心。罢了，要分就分得干干净净。宋陆氏，你可有异议？李正老爷，老婆子没有异议，愿意分个干净，分个彻底。那就分吧，总共是484枚，一家可以分得121枚。李正分了4摞出来，又将其中3摞归在了一起，交到了陆桂英的手里。宋大志也不嫌少，美滋滋的放进荷包，塞进了胸前。李正老爷，我的银钱都分了出去，那大房的银钱是不是也该拿出来分？娘，我们哪里有银子啊？你们没银子，这不对吧？你见天就往大松山跑，下山时背篓里哪次不是鼓鼓囊呢？还有胡翠花3天2头往娘家跑，哪回手上是空着的？你们瞧她脸上抹的胭脂水粉，那钱都是大风刮来的。我这胭脂水粉都是最便宜的，而且我去镇子上也不是为了回娘家，是卖绣品呢。既然是卖绣品，那你卖绣品的钱又到哪里去了？
说起来，前2年我看见大只打到了一只狐狸，那毛色好看得很，要是卖到镇子上，至少能值5两银子。上回我看见他猎了一只野鸡，那肥鸡至少要2-3斤重呢。那按照这么估算，这么多年来，你们大房至少存了30两银子了。胡说八道，哪里就有30两？李正老爷，这账不能这么算啊！赚钱哪里就这么容易了？你现在倒是知道赚钱不容易，那方才非要将你婆婆逼到绝地，400多文钱你也要分，真是个丧良心的。你们也别狡辩，不拿出来的话，我就给你们估个数，就给你娘15两银子吧。然而15两银子一出口，胡翠花就像一只被踩了尾巴的狗。15两，这不是要人命吗？我们哪里来的15两？李正老爷，你可要给我们做主啊，不能这么欺负人。那就搜吧。李正老爷，我们愿意给银子，就是真的没有这么多，我们最多给5两银子。我娘身体不好，我每回都要买些补品给她吃，这银子都花出去了。去搜。7两，不能再多了，家里真的一点余钱都没有了。看，你当我是3岁小孩，搁这儿跟我讨价还价呢？去搜，把他家翻个底朝天，仔细查。宋大志2口子顿时傻眼了，嘴唇嗫嚅，却不敢再说半个不字。很快，白花花的碎银就倒在了木桌上。乖乖，还真有这么多银子啊！这可真有钱啊！陆桂英看着银子，忍不住心惊，没想到老大一家可藏这么多。银子一共是20两6钱，铜钱有872文。既然是宋大志一家赚的，那就不能分成4份了，就对半份吧。银子称10两3钱分给宋陆氏，再数1半铜钱给他。宋大志2口子眼睁睁看着攒了多年的银子被搜了出来，又被分了出去，一颗心痛的揪了起来。娘啊，我不想活了，太糟践人了啊！宋大志还有宋胡氏，此事已了，分家仪式就此打住，还有什么要说的？若是没有，这分家文书上便按了手印。李正老爷，这分家文书上能不能添上一句，往后不管是谁家办婚丧嫁娶的事，咱们各管各的，互不相干。你这是要和宋大志断亲？我说你可别犯傻，就算是你和宋大志一家子分家了，可他们按规矩还是要给你交粮食养老的。可一旦断了亲，那你可就什么都别想要了。李正老爷，他们要是还把我当成一家人，我何至于这样做？王李正看到他眼里的失望，想到刚才分钱的情景，张了张嘴，到底没再说什么劝阻。既如此，那我就把这条断亲的也写上去了。李正手中毛笔动得飞快，一份分家文书加了断亲仪式，很快便写成了。李正又说了些场面话，才让众人在分家文书上按了手印。此事就算定了下来，送人离开，陆桂英这才回了院子。你这个死老太婆啊，我和你拼了！胡翠花咬牙切齿就朝着陆桂英冲过去，只见宋大志一巴掌扇在胡翠花脸上。够了，胡翠花，你敢跟我娘动手，我要休了你！你敢打我？打的就是你，要不是你挑拨，我会和娘说分家吗？此情此景，陆桂英当作没看见。第2日，陆桂英照样起了个大早，就到了田里，等摘完了金针菜，她又去河沟边掐马兰头。到了中午，陆桂英才回家吃饭。小东，你吃了饭先去挖野菜。就在这时，门外传来动静，陆桂英还以为是大哥一家挖了野菜送过来了，还有些奇怪，这么早就来了，难道是没挖到多少野菜？宋晓东起身急匆匆去开了门，却并不是他大舅，就见王李正为首，带了一行人，拉着牛车，牛车上装着好几篓子糙米黑面。二哥他一条命，难道就值这点子粮食？王李正打量了这一家老小，还有大着肚子的沈菊叶，叹了一口气，这有什么办法？宋大河不过是乡兵，又不是卫所军，文书上写的清清楚楚，糙米30，黑面2担，1分都差不了。我也想多给你们求些，可卫所的官老爷们说了，乡兵的抚恤能有这些，已经是格外开恩了。宋晓东想到二哥的样子，捂着脸呜呜哭了起来。院里，沈菊叶搂着满满同样哭得不能自已。这时，在屋里龟缩了一个晌午的宋大志出来了。李正爷，这些粮食是不是也该分给我们家一份？分给你家？这可是二哥用命换来的，凭什么分给你？你急什么？又不是分了你的东西。人家现在可是一家子了，我们啊都是外人。我看你们就是掉钱眼里了，连人血馒头都要吃下去。你们别忘了，当初可是大哥求着二哥帮忙去服兵役的。宋大志、胡氏，你们就消停点吧。昨晚宋家分家，他就看出来了，宋大志这一家子都不是好东西。你们俩看看，这一家子老弱，还有个大肚子的，你们还要和他争抚恤粮？胡翠花不敢和李正老爷顶嘴，只能撇了撇嘴，站到了一旁。李正老爷，你也看见了这一家人的德行，我这偏屋也不想给他们住了，能不能现在就让他们搬走？村西头倒是有个空屋子，10多就能住。宋大志、
侯氏，你们偏屋就别住了，早点搬过去吧。李正爷，您说笑话呢？没和你商量，今日赶紧搬过去，别在这惹人嫌了。李正好人做到底，也指点了几个村里人说道：你们都帮着一起拾掇，争取今天就搬过去。宋大志顿时傻了眼，没分到抚恤粮不说，竟然还被逐出了家门。行了，赶紧收拾收拾搬去吧。没用的男人。吴翠花说完也不管院里乱糟糟的一片，扭腰便回了娘家。宋大志被他在众目睽睽之下落了面子，也没去追，转身搬家了。随后抚恤粮被搬在了陆桂英的屋子里，处理完李正等人也就离开了。小东，小东，听见声音，宋小东一回头，就见一个瘦弱女子站在院外。阿姐，是阿姐回来了。陆桂英刚锁好门，听见宋小东的声音就是一喜，快步走了出来。娘，你个死丫头，这么久了都不来看看娘。哟，是小秋回来了。大哥，你可真会挑时候回来，这抚恤粮刚刚送到家，你就来了。你怎么说话的？阿姐多久才回来一次？你怎么能这么说她？你搬家搬完了，有空在这管闲事呢。我们娘俩的事情与你有半点关系。宋大志顿时冷了脸，一言不发，拍拍屁股回了屋子。娘，你们这是怎么了？咋就分家了？娘心中有数。总之，你要是还想娘能多活几年，就别劝。闻言，宋小秋乖乖咽回了原本要说的话。我是听说了二哥的事情，求了我婆婆让我回来一趟。你这过的是什么别趣日子？回个娘家还要你婆婆点头？娘，我也没法子，谁叫我成婚3年肚子里都没个动静。听得陆桂英一阵心疼，可是也没什么办法。吴顺子也不知道护着你一点。顺子他对我还好。陆桂英突然记起一件事来，上辈子的时候，小秋回来哭诉的，说是吴顺子有个寡妇表妹名叫孙连连的，婆家人容不下她，给她赶了出来，最后住到了吴家。直到几个月后，孙连连肚子大了起来，宋小秋这才被他们告知，这肚子里的娃是吴顺子的。实在过不下去，就与那吴顺子和离吧。和离？小秋，娘只问你，要是能和离，你愿不愿意？愿意，可哪里有这么容易？你莫急，娘给你想办法。宋小秋心中酸涩，她对这话是不信的，她娘不过是一个老妇人，能有什么办法？娘，我要回去了，家里一堆活儿等着我干呢。哪就有这么多活干了？弟媳妇又怀上了，嫂子在家也是干活的。娘，我真的走了，我那婆婆数落人可厉害了。行了，你去吧，这几斤糙米拿着，给你婆婆交差去吧，用不了多久，娘一定能把你带回来。闻言，宋小秋趁着自己还没哭，急忙离开了。时间一晃到了后半晌，陆文礼父子俩来了，按照约定来到村外集合。小妹，这里2筐是马齿苋，另外1筐马兰头，1筐香椿头，都是捡了鲜嫩的带过来，另外还有一些其他野菜。大哥，永康你们辛苦了，还得麻烦你们帮我一起把野菜运到镇子上。两人点头答应。随后陆桂英指挥2人一路赶着牛车到了镇子上一个隐蔽的巷子。小妹，贵人说在这个地方买野菜。大哥，贵人说了，就在这里取野菜。大哥，永康，你们把野菜卸下来，先去镇子口等我。那你注意安全，这几筐野菜咱在家称过了，大概有270多斤。陆桂英点点头，这父子俩才放了心，赶了牛车朝镇子外走去。看着2人背影消失，陆桂英将东西放进了白房子里头，转身去了镇上买了盐巴和肉。买完东西，他恰好看见吴顺子鬼鬼祟祟的，便悄悄跟上去到了一个屋外。果不其然，吴顺子在和孙连连这个寡妇厮混。正当陆桂英要离开时，吴顺子出了门，随后又进去一个男子。哎呀，你怎么才来看我？我一个人好无趣呢。你无趣，你的吴表哥不是财主，你才伺候了他，又要嫌我来得晚，也不怕累得慌。你吃的哪门子酸醋？不是你让我去找的吴顺子吗？我这不是怕你肚子迈不过去吗？你弟弟死了，你却如此，这可是要沉堂的。要我说，干脆一碗要下去，省得麻烦。连连，落胎要凶山，我哪里舍得你有危险？倒不如给我生个孩子，就在吴家养大，反正吴顺子也生不出孩子来。窗外，陆桂英吓得大气都不敢出。原来一切是孙连连与他大摆子的计谋。陆桂英不敢多待，当即离开了，回到了镇子口。小妹，这么久没什么事吧？没事，我去买了点东西。大哥，这些是贵人给的银子，你们挖了270斤，这些银子给你。要不了这么多。陆桂英硬是把1两银子塞在了大哥手里。怎么要不了这么多？不是和你们说过4文钱1斤？你拿7成，我们拿3成就行。双方又是一番推让，最后还是陆桂英拍板，1人1半，给了陆家500文钱。随后将陆桂英送回家，父子俩就离开了。陆桂英则是回了屋里，到了白房子里头，换了在菜市场买的衣服，伸手推门，下一刻就带着几筐菜出现在了菜市场。小猪，陆阿姨来啦！我正想着你怎么好几天不来呢，都有点想你了。跟你说啊，你上回拿来的野菜可好卖了，当天就卖完了。你这几天难道没挖吗？嘿嘿，好卖就好，好卖就好。我这回拿得多，放在那边没搬过来呢。你要是还收，
我这就去搬过来。在哪里？我跟你一起去。这么多，我叫了家里人一起挖的，这才挖的多了些。难怪呢，竟然挖了这么多，看来你是找到了挖野菜的好地方。陆阿姨，我去拿推车过来。陆桂英闻言，笑呵呵答应了。朱玉芳转身从摊子后头拿出一架折叠的小推车。赵景全，快过来帮忙。随后，赵景全将几筐野菜搬到推车上，拉着到了摊位，将其一一过磅。马齿苋212斤，马兰头34斤，香椿头76斤。陆桂英想了想，之前大哥送野菜的时候说过，这里一共是270斤，但现在赵景全报的数量大概是320斤，多了50来斤。他心中确定，这里的1斤的确没有大明的重。大姨，一共是5436块。好的。5000多，这个金额将他激动得有些不知所措，仿佛能看见数不清白花花的大米出现在面前。大姨，你这没手机咋收钱呢？你说100、200的，我现在就能给你。这5000多块钱呢，我手上也没有啊。小猪，我不急，钱先放你那里，有多少先给我点就行。阿姨，你在这里等一会，或者去逛逛再回来都行。赵景全去取钱去了。稍微等了一会，赵景全就回来了。取回来了，我多取了一点。他说着，把一沓钱放在了朱玉芳手里。你点点。随后，朱玉芳点钱递给了陆桂英。陆阿姨，这些钱你点一下，拿好可别丢了。陆桂英接过钱，摸在手里，内心有些激动。随后谢过朱玉芳，仔细先将钱放好，便离开，准备去买点东西。怎么样？这回收到的野菜更多了。还是我老婆厉害，随便认识一个人就是个财神爷。另一边，陆桂英挎着篮子往里寄粮油走。刚才收的5000多块钱被她偷偷放进了白房子。咦，大娘，是你呀？今儿个想买点啥吗？杨大嫂子，我这回想多买点粮食，除了大米，还想买面粉。上回2块钱1斤的大米还有吗？有啊，大米多的是。面粉你想要啥样的？不过面粉没有散称的，只有袋装的。我就要一般的就行，不要贵的。那行，单价算下来的话，这种50斤装的最划算，100块钱一袋，算下来差不多也是2块钱1斤。那给我来10袋吧。话音一落，杨大姐差点以为自己听错了。10袋，大娘，你没说错吧？这可是50斤一袋，你要这么多干啥？那是不能买这么多。不是，能买是能买，可面粉有保质期的，就1年的保质期，这时间长了，就算是不生虫子不发霉，口感也差。其实我就是想做包子卖，所以才一下子买这么多面粉。说成是做吃食的，今后再买这么多，就不会被问东问西了。您家里是卖包子的吗？正准备做包子卖呢。那行，等开业了，我去捧场啊。不只是面粉，我还要买点其他东西，再买点盐吧。这盐多少钱1斤？陆桂英问的有点心虚，她知道这里的大米、面粉都便宜，可盐就不一定便宜了。半斤装的1块5。你说这盐多少钱？1块5毛钱。大娘，这种是最便宜的，想要好一点的，这种加点的1斤装是3块钱，还有这种低钠不加点的，1袋差不多也是1斤7块钱。陆桂英被这些价格给惊到了，没想到居然这么便宜。杨大嫂子，你给我拿这种1块5的盐吧，就拿20袋。好嘞，其他您看看还要点什么，都给你优惠价。随后陆桂英又买了一些调味料才离开，之后把东西放进白房子后，她又去买了一些肉，还有一些平日的工具，这才满意的离开了菜市场。她先是换回了衣服，这才出了白房子。见天色还早，而宋晓东见陆桂英又钻到了灶房里，顿时急了。咱家现在天天吃3顿饭啊，这也不是农忙，家家户户都是吃2顿饭，要不咱家也吃2顿饭。你姐放宽了心，家里如今不缺粮。不缺粮？行了，不说这些，娘一会去做早饭，你把墙角的小葱浇点水。闻言，宋晓东稀里糊涂的，不过也没有再多问。陆花奶，小东叔在家不？我找他去河里抓鱼。哪里有鱼渣？我和我弟发现的，水快干了，小鱼不少，快走吧，晚了被别人抢了先。那我浇了水就去抓鱼。你且去吧，小葱我来浇，不过要小心着点，水浅也要小心。你最大，照顾好赵元和赵兴。知道了。哎，这几个皮猴子，这都啥时候了，尽想着偏门做到的。抓点鱼填补肚子，费不了多少功夫，都是半大的小子，难得寻个机会玩。闻言，赵婶子犹豫了一下，转身回家端出半碗黄豆。大妹子，给你半碗黄豆应应急。赵嫂子，这可使不得，我怎么能要你家的黄豆？几番推让后，赵婶子叹气：小东他娘，我实话和你说了吧，从前我总劝你分家，你这真分家了，我又觉得对不住你，你这一家子老小今后可咋过？我愁的夜里都睡不好。赵嫂子，分家这事是我自己做的主，哪里能怨得了旁人？现在分了家，
我浑身都自在得很，腰杆子也直起来了。分家是好事，我还要谢谢你呢。陆桂英收下黄豆，回屋装了4个鸡蛋拿出来给赵婶子。嫂子，这鸡蛋你拿回去吃。不行，这像什么话？嫂子，你听我说，这鸡蛋你拿着，我还有事要求你帮忙呢，是为了小秋。随后，陆桂英低声将女儿宋小秋在吴家被搓磨、吴顺子养外事的事告知。这吴家也太不是个东西了。他婶子，你懂我，这回我一定要把小秋带回来，就是我家人手少，需要帮忙。你有啥事尽管说。需要赵元和赵兴帮我盯着镇上的大槐树胡同，看看吴顺子啥时候去那个小寡妇家，不需要他们动手，就报个信就行。行啊，2个小子最近都闲着呢，你只要说一声，随时让他们去。这算是给2个小子的辛苦费，事成之后再给点糙米。你要是不收，我可找别人了。那我就收下了啊，这真是怪难为情的。有啥难为情的？不能让孩子们白忙活。赵婶子离开后，陆桂英开始忙碌家务和做饭，很快就做好了菠菜猪肝粥和葱花鸡蛋饼。这时满满也跑了进来。阿奶，看满满好看吗？好看，满满最好看了。阿奶也好看。阿奶是老婆子了，只要身体好，无病无灾就行。阿奶一定会长命百岁的。哼，这话阿奶爱听。走了，赶紧吃饭，吃了饭才能长得高长的壮。沈菊叶看着精白的粥和油亮的饼，有些担忧。娘，上回分家的银子不是要留给小东娶媳妇和您的提己吗？您这样，莫要担心，家里还有余粮，我心中有数。你放心，快吃吧。吃完饭，陆桂英就去晾晒被子了。宋晓东3人也抓鱼归来，一个个满身泥泞。能，您快看，我们抓了不少呢。小叔叔好厉害呀，这个河蚌真大啊。那当然了，满满，下回带你一起。现在河里水还凉着呢，你当满满像你一样是个皮猴子？那你只能在河边看我抓鱼了。先把这大河蚌养起来，过几天吐干净你，娘腌了猪肉，给你做河蚌咸肉吃。随后陆桂英开口，让宋晓东将大部分河蚌和螺丝送给赵家。河蚌和螺丝的肉多，怎么咱家不留？傻小子，小河沟是赵元先发现的，他带上你是情分，咱家情要领，何况现在也不缺这点。闻言，宋晓东点了点头，便将东西送去了赵家。到了夜晚，陆桂英向宋晓东和赵家兄弟将自己的计划说明。小东，你姐在婆家过得不好，我是一定要把她接回来的，所以需要你们帮忙。紧接着，陆桂英详细解释了如何分头盯梢吴顺子，以及如何接力报信的计划。您心疼姐，难道我就能眼睁睁看着阿姐受苦吗？这事儿我肯定乐意。我们听陆阿奶的。呵，明儿个就开始，今天就在我家吃晚饭，阿奶给你们烙饼子，明天带着。次日，在陆桂英的带领下，计划开始了。陆阿奶，快，姓吴的朝镇子上去了。很辛苦你了，小星。随后，陆桂英立刻出发，在半路遇到回来报信的宋晓东。那人果真去了大槐树胡同。我们先去和小袁会合。话音落下，3人过了许久，终于赶到镇上与赵元会合。进去了，还没有出来，我们先守着，看看情况。 3人点了点头，都很同意陆桂英说的话。就这样过了一会，吴顺子出门离开。快躲起来！话音落下，几人迅速找了一个地方躲了起来。经过蹲守，陆桂英确认了吴顺子的规律，一切都按照陆桂英的计划进行着。接下来就是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，一举揭破真相，将宋小秋救出来。是陆婶子，您找俺爹。树根，你爹呢？只见老张头从院内走出，擦拭着唢呐。他婶子来了，可是为了大和侄儿的丧事？不是，老张头，我来是请你明日午后去镇子上帮忙撑个场面，好好吹一场。镇子上谁家的事？棺木停哪里了？不是白事，是件促狭事。我那女婿吴顺子不老实，和镇上的小寡妇搅在一起，还要休了我家小秋，我咽不下这口气，请你们去凑个热闹。他婶子，这他是不太好吧？他家没死人，我们去吹唢呐。这再说，您两家是姻亲，闹太难看了。有事我担着，是他家先不做人，吹下半晌，给你2钱银子，再加5斤糙米。爹，接了吧，婶子这活儿咱接了，保管吹得响，吹得热闹。您想听啥曲子？哭黄天大悲调还是快公尺？不拘什么曲子，声音大就成。老张头本来不想掺和，可是自己家穷啊，又看着儿子这般模样，他还是妥协了。行吧，他婶子，我还能做个代哭妇，保准把事儿唱得明明白白。呵，那再加20斤糙米，只要把吴顺子和那小寡妇的丑事好好唱出来就行。能，您放心。随后，陆桂英交代具体时间地点，并付了定金。明日未时1刻就到镇子口等着，大概申时5刻前后，我们一起行动。这2日就别接别的活了。还有，这事先不能声张。晓得了，晓得了。说完，陆桂英就离开了。次日午后，陆桂英租好牛车，在家等待消息。赵兴回来告诉他，吴顺子已经去了镇上。他没有任何犹豫，立刻行动，来到村中大槐树下招人。各位婶子、嫂子，去镇子上抓金看热闹，一人给2斤糙米。
只要厉害的婆子，不要姑娘家和小媳妇。我去，我骂架还没输过。我也去，我只假唱，抓人疼。带上我，我力气大。众人争抢，牛车很快就坐满了。陆桂英顿时有些为难了。家里糙米不多，最多去5、6个人，这牛车坐不下了。恰好此时，陆永康驾着牛车送野菜过来，见状喊道：“小姑，我们的牛车也能坐人。”话音落下，又有几个妇人迅速爬上陆家的牛车，紧接着2辆牛车载着10来个健壮妇人，浩浩荡荡出发。翠花，你婆婆可了不得，带人去抓奸来，2辆牛车，几10斤糙米就这么撒出去了。抓奸？抓谁的奸？那我哪知道？总不是你那死鬼公公的奸。大伯娘，我有点事，先失陪了。陆桂英一行在半路接到宋晓东报信，顺利抵达镇子与大槐树胡同外的赵元会合，确认吴顺子在屋内后，陆永康一脚踹开房门。好个骚狐狸，不要脸的娼妇，烂心肝的吴二郎，一个巴掌拍不响，我这好女婿也不是个东西。爸，别打了，宋小秋生不出孩子，她是不下蛋的母鸡，我要休了她。我让你胡说！吴顺子很快被打得面目全非，连连求饶。行了，拿麻绳把这对狗男女捆了，我要去吴家问问他家什么门风。老张头唢呐炸响，张树跟竹声跟上，哭黄天屈起，张婆子开始哭唱。我的天老呀！牛车上这位是吴家二郎，家中已有贤惠妻，偏偏爬上了寡妇床啊！吴二郎啊，吴二郎，烂了心肝，坏了心肠。队伍浩浩荡荡向小王庄行进，围观者众，指指点点，哄笑声不断。陆桂英在人群中瞥见孙连连的大伯哥魏声章。队伍抵达吴家时，宋小秋刚因放言多少被吴母打骂过，脸上顶着巴掌印，在一旁垂泪。莲，快来看，外面好多人，还有吹喇叭的。什么热闹值得你？哟，亲家母怎么有空过来？家里不忙，这是改行送葬了？不是送葬，是来送脏东西。脏东西拉去乱葬岗，咱吴家不要，听见了吗？拉去乱葬岗。娘，是我啊，我是顺子。好你个陆婆子，敢打我儿子！不讲理的东西，还敢打亲家母！他婶子回去多给你1斤糙米。众妇人闻言，斗志昂扬，围住吴母吴大嫂骂骂咧咧，很快扭打在一起。宋小秋躲在人后，瑟瑟发抖，被陆桂英发现脸上伤痕。另一边，王礼正、王甲守、吴家族老闻讯赶来。陆婆子，又是你，说说吧，带这么多人过来，所为何事？李正爷，您要给我做主啊！陆婆子平白无故带人打上门了。李正老爷，我们是去镇上买米面，无意撞见吴顺子钻进寡妇家，这才可怜我女儿啊！王礼正看到宋小秋脸上伤痕，心中明了，混账东西，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？是我娘叫我去的，宋小秋不能生，我娘说要留个香火。放屁！你不能过激，非要做这丢人现眼的事。求李正老爷做主，让吴家写和离书，放小秋回家。和离，想得美！她是不下蛋的母鸡，只能休了她，彩礼也得还回来。李正爷，我在吴家当牛做马，他们还非打即骂，求您做主，我死也不要再待在吴家了。别怕，娘在。够了，吴孙氏，此事由不得你。册书按我所说，立放七书，宋小秋带走嫁妆，彩礼不必归还。吴母不敢忤逆李正的话，也只能被迫答应。随后，陆桂英收好和离书，对吴母低语：“恭喜你啊，你不是想要孙子吗？你那好侄女有了身孕了。”连连，你有了顺子的种了。你快说啊，是不是有我的种？孙连连低头不语。齐大伯哥在人群后脸色铁青，只见吴母一把推开吴顺子，一巴掌扇在孙连连脸上。小贱蹄子，别说话，到底有没有？我不知道，我没有，应该没有的，姑母。你打连连干什么？要是他有了身子，正好娶进门给您生孙子。蠢货，蠢如驴，不到1个月，哪来的身孕？还不知道是哪里来的野种。莲，别打了，是不是有孕？请个大夫一看便知。您这么大，万一真有了，表妹可受不住。有你什么事？再啰嗦，连你一起打。旁边的王礼正、王甲守、吴家族老尚未离开，皆闻言驻足，去请大夫来。不必劳烦李正老爷，明日我自请大夫。你以为这还是你一家之事？吴家血脉不容混淆，请大夫。天都黑了，去镇子来回1个时辰。话音未落，李大夫背着药箱挤进人群。是谁家要请大夫？是李大夫。巧了，快给这小寡妇看看。麻烦李大夫了。李大夫上前，不顾孙连连挣扎，为其诊脉。这位娘子，
已有2个多月的身孕。2个多月，不是才给吴顺子打上？哈哈，果然是个野种。刘郎，救我！只见此刻的刘文才已经被村民认出并擒住，捆起来了。另一边，陆桂英带着宋小秋和黎叔凯旋，并结算了帮忙村民和张家乐户的报酬。夜深人静，油灯下，宋晓东兴奋地向家人讲述吴家后续。能，您真是神机妙算。吴老婆子死活不肯请大夫，结果李大夫就恰好到了。我按您说的，给了他50文。后来呢？吴顺子知道孩子不是他的，气得差点背过去，对着孙连连就是一顿踹。那个刘文才也被打了个半死，让刘家人抬走了。后来李正就不让看了，听说要把小寡妇陈塘，吴顺子也挨了几十板子。有个报，好了，天晚了，都歇着吧。小秋，别多想，回家了就好。随后众人歇下，陆桂英趁夜将陆文礼送来的4筐野菜收入白房子。次日，陆桂英决定用美食安抚家人，特意做了宋小秋最爱的手擀面。阿奶，面条好白呀，今儿个给满满做个炒蛋拌面条。二嫂，家里一天吃3顿。是啊，娘说吃饱才有力气，你看我脸都圆了。娘肯定是特意给你擀的面条，你以前最爱吃了。二嫂是有福气的。快闻，多香！我现在每天都馋得很。好吃，好吃就多吃点。一会儿我去镇上一趟卖野菜，小东去地里看看，有野菜都挖回来。小秋在家陪你二嫂做针线。好。吃完饭，陆桂英便搭王大的牛车去镇上赶集。她打算买布。来到大集上，陆桂英在布摊前徘徊。再逛逛，李玉瑶得了面玻璃镜就张狂，我就不信找不到更好的。小姐，这小镇能有什么好东西？一旁的陆桂英听到玻璃镜，心头一动，鼓起勇气上前。姑娘，我家里可能有你们要的东西。去，乡下婆子能有什么好东西？休要糊弄！我娘家侄子在保定府得了面镜子，不是铜的，能照清脸上毫毛，可是叫玻璃镜。正是，东西在哪儿？在家呢。小姐若要，我回去取。快去取，送到悦来客栈天字1号房。我姓赵。话音落下，陆桂英便离开了，但她并未真回家，而是在集市闲逛、吃饭，耗到午后才去客栈。怎么还不来？莫非是骗子？哎呦，婶子，你可来了，小姐等急了。路远了些，浪费了时间，跟我来吧。陆桂英跟着绿柳来到房间内，紧接着取出菱花形玻璃镜。可是此物是，果真比李玉瑶的还清楚，就是镜框手柄粗糙了些。多少钱？200两。200两？你怎么不去瞧？小姐识货，这可不是普通宝石，是玻璃。我侄子说了，少于200两不卖，要带回保定卖400-500两呢。绿柳，取200两给他，镜子我买了。随后，陆桂英收好银子，又拿出2枚镶玻璃珠的铜钗。小姐，还有2只钗，上面的琉璃珠子是一对的，便宜算您50两。40两。天！交易完成，陆桂英当即离开，而赵小姐也心满意足。之后，陆桂英在布摊买了10尺细棉布，在肉摊买了2根大骨头，趁人不备，将烧鸡等物放入白房子。做完这些，她便回家了。我回来了。娘，你回来啦？撤了10尺布，给满满和快出生的娃做衣裳，剩下的你俩做小衣。细棉布真软和，正好给小娃用。随后，陆桂英将东西放好，来到院落中，最终将目光落在篱笆墙上。这篱笆墙太不严实，得找人垒成土墙才好。等菊叶生了孩子，坐了月子，再打算逃荒的事，明日就去问问工匠。到了晚上，一家人吃完饭围坐在一起。今天我去地里，看见村里好多人家都在挖野菜了。青黄不接的时候都这样，挖点野菜填补口粮，等收了麦子就好了。那咱家能挖的野菜不就少了吗？挖不到野菜，您拿什么换钱啊？所以明儿个咱进山去。进山？您是说到山里头去？娘，您从前最反对我们上山了，说危险。此一时彼一时，你舅舅说了，山里蕨菜正嫩，趁着村里人进山少，咱先去摘些。咱们不往深里去，就在外围，小心些就是了。小东，你既然不学木匠了，就把拉弓射箭学会，家里的弓就给你了。谢谢娘，我一定能学会打猎。娘不着你真能打到多少猎物，但要你学会使弓，是为了别的事。小东，你今儿下地看到什么了？干，到处都干，河水浅了，井水也少了，大家都在挑水浇地。是啊，春旱迟迟不去，万一今年、明年、后年一直这样旱下去呢？地里收不上粮食，大家吃什么？您是在吓唬我们吧？娘没空吓唬你们，记住，咱家现在老的老，小的小，怀身子的怀身子，就你一个半大男丁，你必须立起来。眼下咱家是比别家多吃几口饱饭，靠的是运气，想守住这点运气，就不能松懈。学弓是为了必要时能护住这个家。你爹在世时教过我拉弓，他说不能光用手臂劲儿，得抻腰抻肩，要看风向，迎风弓要拉更慢。随后陆桂英站起身接过弓，略显吃力却姿势标准的瞄准院门。娘，您还会这个？
头回知道。阿奶好厉害，娘哪会，就是学着你爹的呀。话音未落，见李显，枪的定在门板上。能，您这还叫不会？这准头，要是换把顺手的弓，您更厉害。阿奶，我也要学，我也要射箭。哈，赶明儿阿奶去寻么合适的弓箭，咱俩一人一把。好了，今日不早了，都歇着，明早见山。宋大志借着酒劲，熟门熟路摸到宋家墙根，踩着树墩往篱笆与土墙交界处翻。突然他脚踩进钢，发出惨叫。宋大志的脚被河蚌锋利的壳划伤。谁抓小偷？抓贼了！话音落下，宋晓东搭箭射向黑影，箭钉在篱笆上。陆桂英、宋小秋闻声披衣冲出。能，姐小心，有贼！我没射中，让我来。陆桂英拉弓放箭，第一箭擦过宋大志耳边，第二箭调整后射中其手臂。娘，是我，别射了，是我，大志啊！大哥，月光下，宋大志脚流血，手臂受伤，狼狈不堪。怎么回事？想害死我？来人啊，抓贼啊！家里进贼偷了，救命啊！娘，你疯了！我是大志，别打了！该死的贼偷，孤儿寡母也不放过。旁白的赵家及邻居们闻声，持棍棒农具冲入院内。贼在那儿，抓住他！众人看不清，对着墙角黑影一顿痛殴。紧接着，更多村民举火把赶来，假手到场。接着看看是哪个王八蛋。这不是宋大志吗？是宋大志啊。不过我儿子就小东一个，这人分明是贼。娘，你好狠的心，明知是我还叫人打我，你们也眼睁睁看着。难道是我们请你爬墙来做贼的，还得开门迎贼不成？我不是偷东西，我是回老宅看你们。娘，您真不要我了。小时候我风寒，您守着我整宿不睡；冬天我穿棉，您穿芦花；夏天您替我除草。娘，儿子知道错了，您就原谅我这一回吧。又是何事？若无事生非。李正老爷，家里进了贼，您看如何处置？谁打的？怎成这样？我打的，夜半入室，打死都算轻的。你想如何？老婆子不懂法，只知一家老小受惊。我儿媳还有一父子，若出事，咱家就完了。王李正看向堂屋门口瑟缩的沈菊叶和满满。宋大志虽未得手，但夜闯断亲之家，惊扰妇孺，性质恶劣，拖下去打5板子。来，今后宋家老宅若有失窃，皆算你头上。李正爷，我冤枉，我只是路过，您看他们把我打的。堵上嘴，行刑。随后宋大志被拖走行刑，陆桂英趁机塞给王李正一串铜钱。多谢李正老爷做主。来，你还有何事？老爷您看，这篱笆墙太不安全，我想砌成土墙，不然日夜难安。准了，明日让孟川来找你。谢老爷。行刑完，众人散去，院内只剩自家人。娘，大哥他也挨了打，受了伤。小秋，心肠坏透的人与我们早已无关，都去睡，明早工匠来，还要进山。次日一早，宋晓东看着眼前的河蚌，很是愤怒。能，大哥昨晚把河蚌踩死了，壳都碎了，臭了，可惜了，不能吃了。都怪大哥，我拿去喂鸡。等等，这是不会是珍珠吧？能，我来。只见他剖开河蚌，一颗硕大圆润的珍珠滚出。珍珠，真是珍珠，这么大。怎么就这一颗？需找人估价一下。陆婶子，是您家砌墙吗？是我。不一会，孟川测量完，便商议价格公式。连工带料一共1两5钱一，管中午1顿饭，10天完工，篱笆给您整理好，顺便打好瓜豆酱。天，明儿个就来吧。能，砌墙花销大，家里银子够吗？卖野菜和分家银够用，也留了你二嫂生孩子的钱，你别操心，多挖野菜就是，攒钱给你娶媳妇。我才不娶，看大哥和大姐。现在嘴硬，将来可别怨娘。行了，吃饭进山。吃完饭，两人便启程，行至山脚。能，快看，蕨菜真不少。能，再往里走走，篓子还没满。哈，小心点。能，有山炮子，我去摘。随后宋晓东去采摘来，先给陆桂英尝，自己舍不得多吃，说要留给满满等人。能，你说山里有没有野鸡？话音刚落，草丛扑棱升起，一只野鸡惊出。有 KJ 母子合力围捕，宋晓东扑住野鸡，手臂被划伤，陆桂英用藤蔓捆住鸡脚。哎呀，忘了用功，娘也忘了，这鸡真劲。它咋不飞？钻灌木是不是傻？吃了会变傻吗？能，野鸡肉好吃吗？你爹在食堂吃野鸡肉柴塞牙，不如烧鸡香嫩多汁。那卖了野鸡买烧鸡，正合我意。宋晓东将野鸡藏入背篓，盖好蕨菜。下山路上，陆桂英与宋晓东背着沉重的背篓，步履蹒跚。能，篓子太沉了，让我来背吧。你怎么背2个？能，快来看，是羊肚馍。羊肚馍，正是时候，快摘。两人放下背篓，在一片坡地快速采摘羊肚馍。能，不走了，该下山了。哈，回吧，记住这地啊，明儿还来。随后母子背着沉甸甸的背篓回到了村口，有村民打招呼。
有人好奇观望。作孽哦！地里的庄稼不管，成天挖野菜，哪有点庄户人的本分？他婶子，蕨菜再好也不顶粮啊，麦子快收了，豆苗要水，地里活要紧。多谢嫂子提点，地里我们会照看的。两人没有过多解释，径直离开了。瞧见没？好心当成驴肝肺。哥婆死，你咋老跟陆婆子过不去？另一边，回去的路上，宋晓东不解地开口询问：能，大伯娘为啥总这样？水小的随摊去。不过娘，他们说的也在理，咱家的事该多侍弄。收了麦种啥？谷子、叔叔还是豆子？种谷子，耐旱，豆子种了3亩够了。小东，别对收成指望太高，老天爷不想让人吃饱啊，挖野才能让咱现在吃饱，吃上肉。别人说傻说疯，由他们去。阿奶，小叔叔吃饭了。来了，看这是啥？哇，野鸡。回到家，宋晓东炫耀了一番，将上山的收获展示完，一家人就开始吃饭。陆桂英率先吃完饭，便回到房间，将上山得到的东西放入了白房子中。次日天一亮，他便带着野菜再次穿越，出现在了熟悉的菜市场。小猪，我来给你送野菜了。阿姨，您可算来了，野菜早就卖完了，可想死我了。家里是忙完了？忙完了。这回不光有值钱的，还摘了些新鲜的蕨菜和野韭菜。蕨菜太好了，走去看看。两人还没走近，却见一个中年男人正在筐子边打烊，甚至伸手拿起了一朵洋赌菌。喂，干什么呢？谁让你动我家东西了？爷，我可没碰你的野菜，我是看上这个了。这洋赌菌品相不错，刚摘的吧，我收了。你这人真有意思，自说自话就要收，我为啥要卖给你？好好行，不卖拉倒，凶什么嘛？阿姨别理他，这些人看见好东西就走不动道。没想到您还摘到洋赌菌了，真难得。碰巧遇上一片就摘了，你看这个你收吗？话音刚落，原本没走远的吕老板立刻折返。啥？我就说嘛，这菌子还没定住呢。大姐，别姓吕，前面好邻里干货店的老板，您贵姓？我姓陆。陆大姐，您这洋赌菌是野生的，品相也好，网上收购。您看。陆桂英面露难色，看向朱玉芳。明白，做生意讲究公平。朱老板，咱们家够着的，您先出个价。吕老板，你是行家，还是你先出吧？我和陆阿姨是老交情，只要价格合适，让给您收，让陆阿姨多赚点，我也高兴。切，我出120一斤足够。实话实说，赚头不大，就当交个朋友，留住老客户。陆阿姨，菌子您卖给他能多赚点，野菜可得还给我啊！说好了。多谢你了，小猪。陆大姐，生害，跟我去店里认认门，以后有菌子直接拿来就行。可我这些野菜，放心，我先帮您推回去过秤，您完事了再来找我，一分不会少。随后，陆桂英跟着吕老板穿过菜市场，到了外围的好邻里干货店。大姐，您看，这就是小店，东西还算齐全吧？哎呦，这可真是亮堂，东西也多，我都没见过这么好看的铺子。都是养家糊口的小生意。大姐，您以后有什么山货，像这样的野生菌子，或者品质好的木耳、香菇，都可以拿来，我保证给您公道价。吕老板，那这洋赌菌，这就给您过秤结账，咱们合作愉快。陆桂英仰头盯着天花板上的射灯，眼神充满困惑。老板，我问问，这些光没有火，咋就这么亮呢？咋？陆大姐，您刚说啥？什么话？没啥，我是说，这大白天的，店里可真亮堂。您说这些射灯啊，现在店里都装这个，大白天也得开着，不然不够亮，客人不爱进来。是这么回事。陆大姐，一共156块。老板，我没有那个手机，只能收现钱。是啊，现金也行，就是这零头，要不您摸个零，或者在我这儿拿点等价的东西。这虾皮怎么卖？我是无一节，家里人少不用买那么多，称个1-2两，炒粥菜、烧粥、包包子，提鲜最好。那就称2两吧。买完东西，陆桂英找回145元现金便离开了。路上，陆桂英被水果吸引，不由自主走了过去。阿姨，想买点啥？新到的新疆西周蜜哈密瓜，头茬大棚瓜，可甜了，进来尝尝。这不要钱，不要钱，阿姨放心尝，瓜新鲜着呢。真好吃，又脆又甜，这叫啥？这叫哈密瓜，西周蜜25号，古代还是贡品呢。对，贡品。阿姨，现在没皇帝了，人人都能吃，10块钱一斤，买半个尝尝，也就10来块。那就来半个吧。对了，香蕉咋卖？国产的2块5，进口的4块5，口感差不多。这串黄的熟透了，最甜，3斤算您7块5。哈密瓜12块8，一共20块3，收您20。您扫码。姑娘，我只有现钱。也行，香蕉抓紧吃啊，长了黑点坏得快。姑娘，老婆子多句嘴，你这店里是不是有啥水果坏了？我闻着有点味儿。不能啊，我们天天清库存的。
就是这个，这东西臭了，凑近一闻，差点给我熏晕过去。哈哈哈，阿姨对不起，我不是笑您，这个叫榴莲，就这个味儿，真有人爱吃。怎么没人爱？我家都喜欢，自己不爱吃，可不能以为别人都一样啊。阿娘，好久不见，刚我没听出是你，可别见怪，这榴莲就这样，爱得爱死，咸得咸臭。是我见识短，没吃过。杨姐，买榴莲，给您挑个好的。好，主要是女儿爱吃。您家女儿成绩那么好，肯定能考个好大学。是啊，孩子懂事，学习不用操心，我们做父母的，别的方面不能亏了她。陆桂英听着，心中暗惊，这里的女子不仅能读书，还能考学，似乎地位很高。收款358元。大娘，我得回店里了，一个人看店无聊，你忙完了过来坐坐，聊聊天。呵，一定去。陆桂英也没有继续逗留，转身回到了朱玉芳的摊位前。陆阿姨，真对不住，您这些野菜刚拖过来，就有个老主顾非要买走一把野韭菜，我没来得及跟您说一声，就先卖它了。没事，把剩下的称了吧，我还有事。陆桂英的平淡反应让朱玉芳心里一咯噔，她担心因为杨笃军的事惹恼了陆桂英，失去这个稳定的野菜来源。阿姨您放心，钱一分不会少您的。您是不知道，您的野菜太受欢迎了，上回2天就卖光，好多人专门来问呢。今天这位也是专程来的，所以我这才知道了。称菜吧，都称好了，只是这蕨菜现在大量上市了，价格跌得厉害。要是您半个月前拿来，我能按35一斤收，现在只能给您18块了，市场价也就25，我赚个辛苦钱。上回还说刚上市40，变得真快。时鲜货就是这样。是啊是啊，价格瞬息万变，这也就是咱们这儿产的少，要是在四川、贵州，这会儿5块钱顶天了。那要是把这蕨菜留到9月、10月或者冬天卖，价格是不是就上去了？那当然，前提是您得有那本事保鲜，让他们跟刚摘下来似的，难哦。陆桂英心中了然，不过她的白房子正有此奇效。最终，这批野菜卖了6400元现金，加上之前所得，她身上也有1万多元巨款。随后，她来到2元店，却只见店门大开，内部空荡，只剩几个孤零零的货架。咋就空了？上回不是挺红火？老太太，看啥呢？是不是在他家买了次品，退不了了，人早跑没影了，便已没好货？生意这么好，咋就不干了呢？短租的就租1个月，钱赚够就留了。呸，不厚道，留这堆破烂还得我们收拾。这几个架子看着还挺好，不要了，能给我1个不？捡破烂的5个全拿去，100块。陆桂英正要掏钱，保安却误以为她嫌少，抢先塞过来150元钱。嫌少，再加50，一共150。说好了，架子归你自己处理，我可不帮忙。保安打着拿150，轻松完成清理任务的主意。我不要钱，你帮我把架子挪到那边角落就行。行吧，你说的不要钱啊。随后被货架被保安移至无人角落。陆桂英趁四下无人，迅速将5个货架逐一收进白房子。紧接着，他就来到粮油店。大娘，快来坐，尝尝榴莲。陆桂英连连摆手后退。见状，杨大姐也不劝，当即拿了几颗糖塞给了陆桂英。使不得，使不得，拿走吧。对了，刚看您去买菜了，空着手呢？是卖些山里挖的野菜。杨大姐，你家就1个闺女，咋不多生几个？计划生育嘛，生多了罚款。再说生男生女都一样，我闺女正去做的，在一种尖子班，回年级前3。女孩子也能读书？当然能，我闺女学的理科，将来考个状元，光宗耀祖。你看，这就是我闺女。娘嘞，这手机里咋关了个小人儿？什么小人儿？这是照片。来，大娘坐好，我也给您拍一张。陆桂英看到手机里清晰的自己，既惊奇又有些无措。这就是拍照啊，我也被关进去了。下回给您打印出来，就能带回家啦。就在这时，李子安回来了。寒暄后得知陆桂英卖野菜。大娘，您这么大年纪还辛苦卖菜，家里孩子不养老吗？孩子们有孩子们的事，卖菜是我自个儿的主意。他的反应更让李子安认定其子女不孝，而陆桂英则是转移话题，掏出珍珠。小哥，麻烦你瞧瞧，这珍珠值钱不？我找我朋友问问。随后李子安接过珍珠看了看，给朋友方健打视频电话，并开了免提。这珍珠天然的概率大，想出手我得找机器检测，估摸着能卖2-3万吧。个头小了点，不到12毫米。现在海水珠更吃香，你这要是拿到古代去卖就值钱了。那会儿可没养殖技术。去古代穿越啊？你小说看多了吧？行了，知道了。大娘，听见了吧？2-3万，
您看，小哥，你们刚说的穿越是啥意思？就是从现代跑到古代，或者反过来。小说里写的，昂不得真，没人真能穿越。您这重点抓的，那珍珠还卖吗？先不卖了吧。话音落下，陆桂英迅速出去，从白房子取来野鸡，递给李子安。这个送你，山里抓的，尝尝鲜。哎呦，我的大娘，这可是黄景志，国家山有保护动物，抓它是违法的，可不能吃啊。保护动物犯法。大娘，抓野鸡是违法的，要被抓起来吃牢饭的。违法，还要吃牢饭，打板子不打板子，会被关起来。大娘，您得知道，有些事能做，有些事绝对不能做，这就是法律。随后，李子安开始耐心解释基本法律常识。陆桂英听得认真，但眼神懵懂。大娘，听明白了吗？还有什么问题？你说不能偷，不能杀，那要是贼进了我家，我也不能打杀了他。哎呦，我的大娘，合着我刚才白讲了，法治社会要交给官府，不是交给警察，不能私下动用武力。不能杀就不能杀呗。上回宋大志来偷，我也没打死他。这野鸡我帮您处理了，拿去放生，您可记住了，下回别再抓了。随后，陆桂英便开始选购商品，准备买点回去。大娘，您是不是不识字？你咋知道？您挑东西不看字，全靠看和文，我猜的。李小哥，你真细心，我确实认不得几个字。那我教您认字吧。我妈妈常说，人一定要认字，认识了字，才能看更大的世界，才有更多选择。我这一把年纪了，还学认字，不成老学童了。当然能学，种树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，其次是现在，学认字也一样。我学，只是我家远，活儿多，不能天天来，只能3天来一次。行，那就说定了，3天1次，我教您。买完东西，陆桂英就离开了。此时的家中正在准备砌墙，院子里工匠们忙碌着，孩子们在角落玩耍。陆桂英将杨大姐给糖偷偷塞了一颗给孙女满满小心翼翼地含在嘴里，小脸幸福地鼓囊着。满满，你在吃啥？没啥。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小秋晌午做咸肉炖豆腐、野菜饼子，让小东去打块豆腐来。另一边的二狗心中愤懑，觉得同样没爹娘，凭什么满满能吃糖？这时他遇到了经常欺负他的金宝和银宝。二狗子胆子肥了，见着爷都不跑。喂，我才不怕你们，我是有好事告诉你们。你能有啥好事？宋满满，他在吃糖，可香的糖了。他家现在天天吃好的，气高强，肯定发财了。他阿奶兜里说不定还有更多糖和钱。宋满满家，走去看看。行动！只见宋银宝嗷的一声扑去抱住宋小秋大腿，嚎道：“小姑，银宝想你了，想到肚子都哭了。”爷，金宝银宝，你们咋来了？宋小秋见两人，顿时心软了，眼前闪过带大2个侄的温馨回忆。随后他一把抱起银宝：“小姑，我们不敢来，阿奶不让，但是我们可想你了。走，跟小姑回家吃饭，晌午炖了咸肉豆腐。”好，不能去，阿奶会生气，宋满满还会告状。不会，满满乖，你阿奶气也该消了。小姑，我们不去添麻烦，就是饿，早上到现在粒米未济啊，饿扁了，爹受伤下不了床，娘忙成陀螺，2分裹小脚只能坐着，全家就靠我俩撑着了啊，小姑。宋小秋看着2个孩子破旧衣衫、脏污小脸，心软成一滩水。你们等着，小姑去拿。话音落下，他风一般冲回院子，贼似的盛了帽间1大碗咸肉豆腐，拿了几个油汪汪的野菜饼子，快端回去吃，记得还碗。金宝银宝接过后，甜言蜜语化作糖果乱飞，随后捧着碗离去。娘是不是太绝情了？一晃到了午饭时分，陆桂英回到了家中，宋小秋因为心虚迎了上去，站门口当门神。没，娘累了吧？吃饭吃饭。随后开饭，工匠们吃得欢腾，夸主家厚道，陆桂英一家人也吃得满足。这咸肉炖豆腐绝了。陆桂英家菜时眉头微皱，这肉和豆腐怎么看着少了？闺女偷吃了，孩子没吃饱，小秋多吃点。整顿饭，宋小秋未敢抬头。而在另一边，金宝银宝凯旋归家。娘，看老宅的肉。死老太婆拿钱造贱。炒啥？快拿筷子。哥吃了2块肉1块豆腐，给我1块。哥说吃多会被发现。小兔崽子，没金宝你吃时都赶不上热乎。金宝，下回不给你爹吃。爹你再凶，肉我喂狗。谁给的？老太婆吗？是小姑。憨货，给你吃还骂，跟你小姑一个德行，有奶就是娘。你有脸说？你娘撂挑子，你跑得比谁都快。随后2人吵了起来，一发不可收拾。只见那碗咸肉豆腐在空中划出抛物线，啪嚓落地粉碎。金宝银宝伸手哀嚎。另一边，午后河边，陆桂英发现一片野芹菜，她仔细辨认后，麻利收割存入空间。回村时，
恰见金宝银宝鬼祟向自家去，陆桂英眯眼，捡起柳条，悄声尾随。小姑，爹娘打架，晚睡了，肉没了，我们又要饿死了。晚睡了没事，还饿吗？肉没了，小姑给你们煮鸡蛋。闻言，两小孩顿时眼冒绿光，金宝马屁立即跟上。小姑最好了，我们以后孝顺你，给你养老。等着，小姑去。宋小秋刚转身，笑容立即冻结了。只见陆桂英黑脸立于身后，柳条无风自动。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娘，小骗子，跟你爹一个德行，骗吃骗喝。小姑救命啊，疼！死老太婆，老不死，断亲了还打人，滚回去告诉宋大志，断亲了就要有断亲的自觉，别不要脸。哑巴了，活该你被休，没用。闻言，宋小秋如遭雷击，脸色惨白。陆桂英看向女儿，字字扎心。看见了，这就是白眼狼，今天骂你，明天就能要你命。深夜，宋小秋辗转反侧，抽泣难眠。我错了，我真傻。金宝他们怎么那样？娘一定伤心死了。随后他坠入梦境，在冰冷无家院中洗衣。吴顺子扶新欢进门羞辱他，跑回娘家哭诉，兄嫂表面做主，实则句句诛心。放心，我们给小秋做主。不过小秋啊，不是嫂子说你生不出孩子，咱腰杆不硬啊，女人没孩子，活着啥劲？是啊，起初只挑你回来住呢，家里挤啊。唾沫星子淹死人，要是我早跳河了。是梦，可太真了。娘救了我，我还伤了娘的心。他连滚爬下床，扑通跪于陆桂英门前。娘，我错了，我真错了，我看不清宋大志他们是人是鬼啊。他边哭边讲噩梦。陆桂英表面震惊，内心明了，知道就好，娘怕你被他们吃干抹净。我再也不了，死也不信他们了。母女相拥，而此时的宋晓东进门，一脸猛然。次日到了约定的日子，陆桂英当即去到了粮油店准备学习。她知道不能白让别人教，所以把野芹菜都给了李子安。虽然对方不想要，可是最终也不得不收下。大娘坐，今天起我是你的老师李子安，这是你的装备。是李老师。陆桂英翻卡，指人自得意道：“这个我认识人。”很好，底子不错。随后陆桂英连续认识简单的字，紧接着她翻到饭字卡，图是一碗饭。这是碗字啊，这是饭，吃饭的饭，重点在饭，不在碗。陆桂英老脸一红，只见她握笔如握杵，笔芯咔嚓连断。李子安无奈一笑，随后给她换了水笔。陆桂英尴尬过后，便又开始学习。就这样到了午时，杨大姐去买了盒饭回来。开饭了！老天爷，这是御膳吗？快吃快吃！闻言，陆桂英点了点头，小心品尝，肉圆幸福升天，鸡块美味，豆芽清脆，随后夹起青椒肉丝入口。陆桂英感到口中有陌生灼热刺痛感轰的炸开，就好像有小火苗在嘴里燃烧。这是青椒，也是一种蔬菜，这么不是有毒？什么叫京椒？对啊，还是青椒肉丝下饭，锅气足。陆桂英迟疑又吃一口，刺痛混合肉香，竟奇异的让人上瘾。她扒饭缓解，筷子不受控制在伸向青椒，很快光盘。那个，你们这饭菜我能带回去喂鸡吗？当然，正好不浪费。闻言，陆桂英松了口气，便开始收拾。眼看时间差不多了，她就和李子安约定下次再学习就离开。午后，宋小秋小心翼翼凑近陆桂英：“娘，您不生气了吧？我真改了，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记住，离那家子远点。晌午搁点韭菜，炒个韭菜虾皮。我这就去。”陆桂英望着女儿的背影，又看了看热火朝天的院子，露出淡淡笑容。小东叔，你窜个儿了。我能说，我这年纪像雨后春笋，真的肩膀都宽了。就在这时，宋晓东忽然停下，蹲下拨开落叶，看有羊肚菌，这就是羊肚菌，听说可贵了。小心，菌子娇贵，周围可能有蛇，注意脚下，棍子轻轻拨草。母蛇，别怕，蛇也怕人。先探草棵再下脚。赵鑫，你去东边树下看看。随后三人分散寻觅。小东叔，这儿有一片。从根部掐。你咋认得这么多山货？跟我娘学的，山里都是宝，就看认不认的。三人忙活一天，竹篓渐满，差不多了，回家。今天真够本。小东叔，明天还来不？看情况，回家。傍晚，三人终于回到了家里。回来了，收获不少吧？哎呦，这可真是百花齐放，得分开，都弄乱了，脏风。来，我教你们，这是蕨菜，这时候正嫩，掐老根，焯水去色，再炒或凉拌。能，这个我认得马齿苋。别，清热解毒，夏天吃最好，焯水凉拌或做馅儿。三人正学着，院外传来牛车声与招呼：“哥，你家气星强了。”得，这儿永言来看您了。永言，你不是在保定府吗？咋回来了？进屋慢慢说。对，小东帮接牛车，大哥二哥，永言屋里坐。得，保定府的点心您尝尝。又乱花钱，不过我喜欢。得，我这次回来看看您，下次不知何时了。怎么回事？
东家在苏州生意做大，要开星号，让我跟着去做大掌柜。这一去千里迢迢。大哥，我觉得是好事，永言有出息，东家器重。再者，苏州富庶是鱼米之乡，永言在那儿站稳，说不定就是咱家一条后路。哪能就到那个地步？未雨绸缪总没错。大哥，家里囤粮了吗？囤了。永康，丁吉你爹和二叔，存粮不能轻易动。哥，放心。饭后，陆桂英将陆永言叫到里屋，拿着。我不能要，我有工钱。穷家富路，不收我真生气了。谢谢姑。帮姑卖了，这小地方卖不上价。镜子清晰，珍珠圆润，在苏州能值好价钱。您这运气。卖了钱，在苏州置办个小宅子，院子最好能种点菜。等大和媳妇身子养好，我们或许就过去。您真打算举家南迁？北边的天，我觉得不那么安稳。早则年前，晚则开春，我得找条踏实路。这事先别声张。我明白了，包在我身上。好孩子，姑信你。就这样，陆家人趁月色归去。牛车上，陆永康问起宋大志爬墙，愤愤不平。那个宋大志，切收拾，咱去揍他一顿。胡闹，别添乱。我有个主意，找些碎瓦片、破瓷壳和泥密漆在墙头上，实在怕扎他一手血窟窿。这法子倒能防贼。我看行。对，好主意。能。永言表哥真厉害，要去苏州当大掌柜了。哎，小东啊，你想不想也识点字，送你去蒙学馆听听？我都15了，不识字，不一样种田打猎罢了。对了娘，上回逮的野鸡和肥兔子呢？还有烧鸡，让你永言表哥带回去添菜。和路上践行了，你表哥出远门，娘没啥好东西。应该的，过2天我再去逮。哎，明天还得去镇上铺子，早点睡。就这样，第2天陆桂英再次来到李继良油店学习。陆大娘来了，今天学点什么？老师，我想学那个扭7扭8像曲蛇一样的字。曲蛇字？就这个，小棍子是1，圈圈是0。嗨，这叫数字，早说。疼，这个简单。把它想象成东西：1像小棍，2像小鸭，3像耳朵，4像小节，5像秤钩。1小棍，2鸭子，1后面加圈就是10。对，100就是加2个圈。没错，大娘，你悟性可以啊。这么写，数目多大都清楚，比1、2、3快。此时，李子安手机骤响。喂，许阳，咋了？小李子，你上次卖我那一芹菜出大事了，吃出问题了？不是，是太好了，有老饕客吃了，直接定下50桌婚宴，点名要野芹菜50斤，10天后要。还有别的野菜吗？我全要。原本这些野菜是陆桂英为了感谢李子安送给她的，但是太多了她也吃不完，于是就卖了出去。没想到居然会这样。陆大娘，您都听见了？野芹菜有，还有蕨菜、马齿苋、马兰头、苦菜、野苋菜、枸杞芽，山货有羊肚菌、黑木耳，都有。阿姨，我们饭店跟您长期合作，价钱好商量，先送样品来。我们商量一下，回头给准信。大娘，恭喜您这野菜生意要做出大名堂了。托你的福，那这价钱